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奇怪的一幕，自己竟然被一群村民团团包围住。刚想活动一下身体，却发现身体被绳子牢牢地捆住。我这是穿越了吗？可就在此时，一个男子气势汹汹跑来，就是你对我们大队的大姑娘们耍流氓！我什么时候耍流氓了？大队长，直接叫公安来，一枪把这流氓枪毙算了。这是什么年代啊？这么野蛮的吗？阳光树看着要打死自己之人，一个25、6岁的大小伙，斯斯文文的戴着个眼镜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瞎说什么？没调查清楚，岂能定别人生死？大队长瞥了一眼这个插队知青江明海，人年龄不大，心怎么这么狠？原来阳光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，并且直接出现在小河边，被人当作流氓给抓了起来，所以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穿梭两界，系统空间觉醒绑定成功。宿主阳光树，打猎0，捕鱼0，功能穿梭两界，储存空间，两界时间流速比例1:1，线索在世界1977年8月1日，西南省黔南县大平公社小平大队。还好没有出现天上一天地下1年的奇葩情况，可这空间也太垃圾了吧！就2个功能。宿主身份生成完毕，黔南县城管辖范围内插队执行，已记录档案。年轻人，你是哪里人？阳光树还在愣神，没有听进去。大队长问你话呢，你聋了？够了，他娘的！你是大队长还是我是大队长？杨通友真的是烦透了这个江明海。自从娶了大队里的杨菊香，这江明海一天天的比自己这个大队长管得还宽。年轻人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跑到我们这山村里来？还趴在水里偷看大姑娘洗澡，耍流氓！我偷看大姑娘洗澡，这可要解释清楚。在这年代，耍流氓可是重罪。大队长，我真的没有耍流氓，我实在是太饿，在河边抓鱼，一不小心就掉到了水里。等我醒来，就被水流冲到了这地方。至于大队长，你刚才问我是哪里人，我是个插队知青，现在已经没有家了。大队长，我能够落户到你们大队吗？我不想回去了。至于身份证明，等我哪天回知青点，再给大队长您带过来，你看可以不？旁边的村民都相信了阳光树的鬼话，以为这孩子也是被家里所抛弃，和其他知青一样，被扔到了这穷乡僻壤来。想落户可没这么简单，你的身份我先去调查清楚。还好身份系统已经帮自己弄好了，要不然肯定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。尽管有了新身份，但阳光树可不敢真的去开证明，因为知青点的人他可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么个大个子，收留不吃亏，这大队里以后又多了一个壮劳力。就是大队里太穷，又没有多余的房屋，这人安排到哪里去呢？这时大队长看到了带着3个小女孩的王春梅。春梅，你家男人也走了2年了，现在你家也没有个当家的男人，这阳光树就安排到你家去住吧。什么？我刚穿越来，就让我给3个小女孩当后爸？王春梅羞红着脸不吱声。自从老公2年前去世之后，她一个弱女子拉扯着3个孩子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阳光树看着这个刚20出头的小寡妇，这年代的人结婚都这么早吗？看着大女儿估计都有6、7岁了。春梅，那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散了，没意思，大家回家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工呢。你们什么意思吗？一定要我被当成流氓打死，你们才开心。随后阳光树来到王春梅家，阳光树借着灯光看着不大的屋子，除了2张床和一些杂物以外，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东西。阳光树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睡大妹她爹以前的床吧，我们娘4个睡另一张床。不嫌弃，麻烦你了，王春梅。阳光树躺在床上，有些害怕，还有些膈应。空间，半天没反应。垃圾玩意儿，不是说可以穿梭2界吗？怎么一点反应没有？阳光树很是沮丧，看来暂时是回不去了，要好好研究一下这空间，看怎么穿回去。自己原本在江南省吴商市东江镇的一个偏远山村，承包了几座小山和一个水库，还开了一个小馆子，工人钓鱼，卖土鸡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自己就在水库里游了个泳，就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这西南地区。这是火烧的土豆，你是男人，饭量大，给你吃吧。 3个女儿眼巴巴地看着妈妈，把一个土豆给这个叔叔，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2妹3妹，你们还不吃？阳光树看着这3个可怜的丫头，把土豆给了他们，一口玉米稀饭下肚。阳光树喉咙像被刀子刮了一下，这玉米怎么这么粗，这么卡喉咙？里面难道有米糠？王春梅，你个死不要脸的！我儿子才死2年，你就这么着急找男人？老公刚刚去世，妻子就把男人带回家过夜，甚至睡在老公死的床上。我可怜的儿啊，被王春梅这个扫把星克死了。
现在又急着把野男人往家里带，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？王春梅委屈直掉泪水，大妹恶狠狠地看着老太太，二妹和三妹看着妈妈哭了，也跟着哭。你再骂一句，我把你嘴巴打烂！老太太不仅不害怕，反而更加大声地叫嚷起来：“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王春梅和他野男人要杀我啊！”阳光树没有打他，而是提着老太太就往外面走。放下我娘！你这个外乡人，居然敢在我们大队动手打人，我看你就是找死！妈妈，光树叔叔要被打死了！王春梅正准备上去帮忙，大队长的声音像大喇叭一样的怒吼：“住手！谁让你们打架的？今天你们的工分全部扣掉！”大队长，你一定要处罚这个阳光树，把他赶出大队。我怎么做事还要你来叫？杨通友知道这个老太太的心狠，去年自己的3个孙女饿得差点死去，一家人都舍不得给王春梅一点吃食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阳光树看着这个眼泪汪汪的丫头，一股暖流划过心里。这就是关心吗？没事，就被打了几拳而已，我皮糙肉厚。你们很闲是不是？还不快点去上工！大队长还是有几分威信，大家很快散去。王春梅，再次和你确认，你真的愿意阳光树落户在你家吗？王春梅小脸通红，低着脑袋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阳光树，出生年月报给我，等下就给你弄好。大哥，你这是闹哪样？我贾政都还没有来得及回2024年办，难道你不要身份证明了吗？大队长，我叫杨光树，1953年2月1日出生。哦，我们整个大队基本上都姓杨，光字辈的很多，看来你真的和我们大队有缘。大队长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，光国，等下你带着阳光树和你们去挑水灌溉农田。便，您放心，我会带好光树哥的。来到稻田边，大姑娘小媳妇们已经在田里除草，而老太太们被安排去除玉米地里的草了。开始阳光树以为挑水是个简单的活，等看见水桶，阳光树整个人都麻着了。2只木桶估计有30多斤，不说挑水了，光是抬着30多斤的水桶走一天都吃不消。光树哥，不是叫你跟着我挑水吗？你水桶呢？大队不是有仓库吗？干活还要自带水桶。这光树哥是不是没有上过工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农具一般都是自带，水桶没有，王春梅家分桶总有吧？那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回去找找。阳光树挑了不到半小时，就已经吃不消了。要是有抽水机或者潜水泵就好了。光树哥，吃不消啊！光国，你们就没有想办法把河里的水弄上来？想了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在挑水吗？光树哥，我们真的想了办法的。比较矮一点的地方，我们都是直接用木盆往上面舀水，都是梯田，有些水渠的水根本排不上去，只能靠人工。这时，阳光树看到河里有鱼儿游来游去，直接捡起一块石头往水里砸去。大家看着阳光树的举动，都像在看一个傻子。可下一秒，一条3、4斤的鱼直接飘在水面，居然这样也可以弄到鱼！大家从来都没有想过见过这样的捕鱼方法。大妹，这鱼你拿回家去，让你妈炖了吃。好的，光树叔。 3个小女孩高兴地提着大鱼就往家跑，慢一点，小心摔倒。可没过几分钟，3个小女孩提提地跑回来。光树叔，我们的鱼被别人抢走了。他妈的，老子都要饿死了，居然还敢抢我阳光树的东西，是谁？走，带叔叔去看看。是堂哥杨昌兴。 3个小女孩在前面拼命地奔跑着，哈奇晚1分钟鱼就被吃掉时，快到村子里的时候，才看到前面有几个孩子，一个大约10来岁的小男孩，手里还提着一条大鲤鱼。叔，就是他抢我们的鱼。爷，有人要抢我的鱼。阳光树都被气笑了，一把抢过鱼，拿来吧你。小孩子的东西你也抢，我要去告诉我爹。阳光树才懒得管他，带着3个孩子径直地往家走。上工，反正今天又没工分。 现在自己刚好可以偷下来，等自己把抽水工具做出来，到时候看谁还敢说自己。在这饥荒的70年代，别人挖草根啃水，他家却顿顿大鱼大肉，甚至狗吃的都是3斤的大鲤鱼。大妹，这鱼哪里来的？妈妈，这鱼是叔叔在河里抓到的。对，是我抓的。阳光树，户口已经给你弄好了。大队长，快点过来吃饭，我们正准备开吃呢。今天运气好，在河里弄了一条大鱼。 王春梅连忙给大队长盛了一碗鱼汤，还加了几块鱼肉。通友叔，趁热吃吧，等下就有腥味了。这鱼谁做的？怎么这么香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？能不香吗？这可是按照后世川渝酸菜鱼和贵省酸汤鱼的做法。阳光树没有急着吃，拿着户口证明看了起来。通友叔，我怎么成户主了？你不是愿意在这个家落户吗？你不是户主，谁是户主？原来这年代落户口在寡妇家。 是这样操作的，
我只想有个容身之处，身份证明而已。这他妈的不是逼我喜当爹吗？光叔啊，下午记得去上工。你上午跑去找鱼，就再也没回去上工，这样可是要不得的，别人都有了意见。阳光树有些尴尬，想不到偷个懒，居然被人告了黑状。这个男人长得人高马大，想不到第一天上工就偷奸耍滑，这不会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吧？原来阳光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，上工第一天就从河里抓了一条大鱼，所以才能在70年代吃上鱼肉。中午的时候，阳光树没有去午休，而是从山上砍了一根大竹子，扛回了家里。爸爸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谁教你这么喊的？妈妈教的呀。这真的要让我坐实当后爸？可是我阳光树两世伟人都没谈过恋爱啊！等下你们去河边看看，就知道爸爸做的是什么。等到下午上工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一幅奇怪的场景：阳光树抬着一根大竹子，后面跟着3个小尾巴，爸爸爸爸的叫着。大哥，我们找时间去找江明海这个知青讨教一下，看怎么收拾这个阳光树。还是光荣你脑袋灵光，这江明海上过学，听说昨晚他还打了阳光树耳光，那他肯定有办法收拾阳光树。光树哥，你抬个大毛竹干嘛？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等下你们像牛一样用力挑水的时候，看我阳光树怎么光明正大的偷懒给你们看。大家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点干活？等下我扣你们工分啊！东胜叔，你下次能不能来慢一点？阳光树，你今天早上打架不说，还早退，你今天和明天的工分全部扣掉。我和你没仇吧？居然这样搞我！要知道在这年代，工分就是一个人的命，没有工分真的会死人。中午大队长过来都没有说要扣工分的事情。杨会计，要是我今天一个人能干到10个人的活，你能给我记10天工分吗？大家听到阳光树的话都哗然一片。哼，要是你阳光树今天有这个本事，一个人能干10个人的活，别说10天工分，我给你记1个月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，这可是杨会计亲口说的。听到了，我们一起作证。这阳光树就是个跳梁小丑。光国，你们几个去帮我找一块几10斤重的长条石头来，再找一根树藤。等阳光树把石头往河里一扔，把大家看得莫名其妙，随后又将竹子和大石头绑在一起。你们几个去打几桶水来。你们都不干活了是不是？跟着阳光树一起发神经病。胆子小的缩着脖子就鱼，但阳光国就不怕他。敢说老子是神经病？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这老东西！几桶水灌进竹筒里，水乎乎的流到稻田里。这水怎么越扯越多？不是就几桶水，不应该早就没有了吗？顿时杨通生脸黑如锅底，夹着尾巴就跑了。杨会计，记得给我记上1个月的工分。光树哥，来抽烟。光树哥，我叫刘进福，和光国是好哥们，你能不能教我们做这个抽水桶？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谢谢光树哥。捕鱼等级0.1。这捕鱼怎么变成0.1？这捕鱼等级到底有什么用呢？男人见到野猪不跑也不躲，而是跳进河里洗澡，紧接着从水里扛起一个女人往岸边走。小心，你身后有野猪。随即男人就被野猪撞进河里，男人顾不上身上的疼痛，迅速拉住野猪后腿，拼命地往水里拽。野猪被抓住后腿就想回头咬男人，于是水里出现了滑稽的一幕，一人一猪，2个在水里转着圈圈。妈的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自己体力肯定没有野猪强。男人骑在野猪背上，一拳一拳地打着野猪，直到野猪不再动了，男人才停了下来。还愣着干嘛？拉上去啊！岸上的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将野猪拽上来。他妈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先把我拉上去。原来男人从现代穿越到了70年代，第一天上工就遇到了野猪下山，为了救掉进河里的村民，被野猪撞进了水里，所以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小萌，你今天没受伤吧？当时看到你掉下水，我马上冲过来救你，谁知道阳光树快人一步，把你先推了上来。我没事。江明海还想说什么，一个20来岁的小媳妇抱着一个半岁左右的小孩走了过来。明海，听说今天多亏了阳光树，要不然小萌就受伤了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前脚刚过来，你后脚就跟上。江明海嗯了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明海，等等我。小萌，这江明海都有小孩了，不会还在追你吧？就在此时，大队长的声音响起：今天阳光树一个人打死了1头大野猪，按照大队集体规矩，这野猪有一半是他的，剩下的每一家再分掉，大家没意见吧？大家都没吱声，可也不代表没意见。还有，我今天在这里批评一下杨光国、杨昌平、刘进福、阳光树受到野猪攻击，你们一个个的比女人跑得还快，都是没带卵子的男人吗？一帮大小伙不好意思的低着头。我来说2句，这天气这么热，这半头野猪
我们一家人也吃不完，有需要野猪肉的可以拿东西来和我交换，实在没有东西，你拿几十捆柴都可以。接着杨光树又和大队长交代几句，队长，给我家留个几十斤肉就差不多了，然后猪头和猪肚、猪心要给我留着。杨光树，我有几百斤柴火，我和你换几斤肉怎么样？杨老师，你滚蛋！你把杨光树当傻子，几捆柴就想换几斤肉？嗡嗡嗡的声音把杨光树吵得脑袋疼。大家不要吵了，有吃食的优先换，其次是用的，最后才是不值钱的柴火。嘿嘿嘿，光树兄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啊？我刚穿越来，谁会记得你？光树兄弟，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你救醒的。杨光贵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旁边一道声音传来：对，昨天晚上就是你，几个耳光把杨光树打醒的。杨昌平，你这个兔崽子还说我就是你们昨天把我兄弟打晕死了过去。两人的相互截断，惹得附近的人们哈哈大笑。杨光树也是被这两个逗逼给逗笑了。兄弟，我抓了有5、6斤黄鳝，你看能够和你换到多少猪肉？这家伙怎么会想到去抓黄鳝？在这年代有这种思想可不一般啊！你怎么抓了这么多？我不是看田埂到处是黄鳝洞吗？总是漏水，我就只能把它们抠了出来。我说呢，还以为真的遇到思想超前之人。算了，我吃点亏，谁让大家都是同族兄弟？你6斤黄鳝，我给你换2斤猪肉。多谢兄弟，我马上去给你拿。杨光贵说完，一溜烟就没了踪影。早知道黄鳝可以换野猪肉，我们也去抓就好了。好多村民后悔的直拍大腿。杨光树，我这里有2只团鱼，能和你换野猪肉不？爷爷，你有多少？小花，快点拿过来给杨光树叔叔看看。一个10来岁穿着破烂的衣服的小女孩吃力地提着一个木桶走了过来。杨光树看到这两爷孙女这个样子，心里一算，都想免费送他们猪肉。爷爷，给你换3斤猪肉。半个小时后，杨光树终于把大家应付过去。可看到远处王春梅和杨老太太一家人在一起说话时，心里顿时有些难受。自己这个外人被打也算是活该。杨光树啊，我们作为3个孩子的亲人，和王春梅说了一下，让你给我们家50斤野猪肉，大家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如果他也答应，那这50斤野猪肉就当是划清界限的代价吧。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王春梅，你是怎么个说法？男人第一天上工干活，却遇到野猪下山踩踏田地，还被野猪偷袭撞飞30米。可下一秒，男人徒手就将300斤野猪打死。按照大队的规矩，男人分到了1半的野猪肉。杨光树啊，我们和王春梅说了一下，让你给我们家50斤野猪肉，大家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王春梅，你是怎么个说法？杨光树，现在你是一家之主，一切都是你说了算。刚才公婆和哥嫂和我说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做不了主，现在你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哼，别说50斤，1两我都不会给你们。杨老太听到杨光树不答应，顿时发飙。王春梅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才和这个野男人睡了一觉，你就胳膊往外拐，自家人都不知道照顾。王春梅被气得全身颤抖。杨光树，你敢动手，这场霸里我们好多族人会把你打个半死。你们不要脸的一家人，现在给老子滚远点！在这个小平大队，你是虎给我窝着，是龙也得给老子盘着。都给我住手！又在打什么？杨光辉，杨老弟，你们堂哥被打了，你们还不快点过来帮忙？哼！杨通祥，你们今天不用领野猪肉了，回家去吧。凭什么？大队的东西又不是你杨通有私人的，你不给我们家，我们全家老小要去公社告你。好，你们去告吧。今天每家分2斤猪肉，你们家给我拿着滚蛋！你们今天打架扣1天工分，不服气你们不要说公社，去县里告我杨通有怕你就是你孙子。杨老太一看这杨通有这么强硬，也不敢再撒泼，真怕大队长以后针对他们家。等野猪肉分完，可全大队没有一个人离开。杨光树看着自己剩下的50、60斤肉，大队长，和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啊？大队长，这里还剩50、60斤野猪肉，你给我留个40斤就好，剩下的10几斤猪肉，麻烦你叫人帮忙和剩下的猪下水，全部煮了，今晚大家一起喝口汤吧。这小同志很有觉悟啊！大家今天不用回去做菜了，杨光树请大家吃猪肉，喝猪杂汤。顿时整个大队的人一阵欢呼，看着杨光树的目光都柔和了几分。大队长，和你商量一下，明天想请一下假，去县城看望几个老朋友。怎么想到要明天去看？嘿嘿，这不是弄到肉了吗？想给他们带点去尝尝。呵，可以。爹，明天我想去公社里一趟。
去干嘛？他不会是去公社看什么女性朋友吧？以前一直都在追求费小梦，和自己结婚之后，心思才收敛了一些。爹，今天阳光树不是做了一个抽水桶吗？我明天想去找公社书记，把这个方法告诉他，让全公社推广，或者全县推广。你是想冒领这个功劳？杨通生死死地盯着这个女婿。那么明天陪你一起去，给你作证，这抽水桶就是你发明的。谢谢爹。不用谢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阳光树昨晚骂你，今天又和我作对，还让我给他记1个月工分，我们就当这抽水桶是他给我们俩的道歉礼物。阳光树，你带些野猪肉去吧，只带1个猪头，肉太少了点。带点新鲜稀奇玩意儿给他们就好，吃肉留着给你和孩子们吃，等下你就把它熬制起来，天气太热，很快会臭掉。阳光树，这里有7毛钱，你带在身上，到时候在县里买点吃的。你忘了昨晚我们换肉换了1块多钱，我有钱，你自己留着。王春梅直接把钱塞在阳光树手上，跑出去烧火熬制野猪肉去了。于是阳光树背着背篓就出了门，走到玉米地旁的时候，看着左右没人，就回到了现代。杨老板又开始躺平了。吴哥，你们这是来我这里搞团建？那这样的话，那今天我可要收场地费的。今天你想收我们的费，赚我们的钱，没门。吴哥，中午回去吗？不回去的话，老弟，我中午做个好菜给你们吃。什么好菜？你在山上打到几次了？哥，你可别乱说，我是守法公民，哪里敢去打这东西？我可不想去采缝纫机。看你吓的，我就说说而已。吴哥，急死没有？有一个300斤的大野猪的猪头。当真？你没骗我，你可不要拿杜洛克公猪来蒙我。走走走，带你去看。两人往屋里走去，觉得有好东西，这阳光树也不叫我。真的是大野猪头啊！老弟，你是在哪里搞来的？抱抱抱抱，这是乌龟吗？杨兄弟，你这是野生甲鱼？是啊，昨天出去了一趟，这些都是从乡下收来的。杨兄弟，这2只甲鱼都卖给我，我给子豪这孩子补补身子，他成绩有些差。这成绩差不是应该补课吗？这怎么要补身子？兄弟，你开个价。吴哥，你给500一斤就好，要是换成别人800一斤，我都不想卖。吴哥，给我1只吧，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全部要了，买回去给我爷爷奶奶补补身体。2位老人家现在正在上老年大学，他们成绩有些差。你小子滚开！谁说我不要了？你小子实在想要的话，就分给你1只。阳光树称了一下，甲鱼1只有4斤7两，另外1只有6斤。杨兄弟，野猪头卖给我散了，中午你也不要弄了，你继续躺平，我一共给你5000块。你话都说到这份上，能不给你？杨大哥，这猪肚能卖给我吗？子枫他奶奶有胃病，听说吃野猪肚能治胃病。杨兄弟，这猪心，我的好哥哥，你们中午吃不吃饭了？这猪肚既然是给子枫奶奶买的，那就卖给她。但是这猪心，我想中午做个菜给你们尝尝。送你钱你都不要，那我们带不走，吃了再走也是一样。没过2分钟，阳光树收到2笔款，一人给了5000块。这傅子枫真的是个败家子，居然也给了5000块，这钱真好赚啊！本来还嫌弃1977年条件差，现在看来哪里差了？1977年遍地都是宝啊！我要去1977年吃苦，要去锻炼。吴哥、嫂子，你们过来吃饭了。几人来到餐厅，看着桌上的菜说道：杨兄弟，这是你菜市场买的黄鳝，你说你搞几条水库的野生鱼多好啊，这里水质好，无污染，你买这些东西，谁知道是不是喂饲料长大的？阳光树服了这个家伙，免费给他吃，还挑3拣4。等下你最好不要吃。轻言，多吃一点蔬菜。杨兄弟，这里这些蔬菜瓜果都是绿色无公害。吴哥、嫂子，你们尝尝这黄鳝，这可是山泉水灌溉的稻田里面的野生黄鳝，一点污染都没有，稻田里面都没有打过农药，是化肥。傅子枫听到阳光树这么说，马上夹了几块黄鳝给张青岩。青岩，多吃点黄鳝，美容养颜，还补身体。兄弟，你这厨艺进步很快啊，你这爆炒黄鳝味道真的是很不错。杨兄弟，你这黄鳝味道真的不错，比我吃过的都还好吃。老弟，能不能帮老哥搞个几斤来，到时候我用来招待下朋友。吴哥，这我可不敢保证，到时候搞到给你打电话。就在此时，老弟，你这盘子哪里来的？这盘子收野猪头的时候，在一个农户家里顺便收上来的。你这盘子我在一个老哥店里看到过，你这可是好东西哦。吴哥，那你帮我看看，当初就几10块钱收上来的，现在值不值钱？不值钱就拿它继续装潢过。杨兄弟，你这盘子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个清中期的青花灵芝如意盘，民窑的，存世量还是有些多，不怎么值钱，3、4千这个样子吧。遇到喜欢的，估计稍微高点。以前看电视不是说古董都是几百上千万的吗？
爸爸，你看我这个碗是不是古董？呵，让爸爸看看我儿子吃饭的碗是不是古董。杨兄弟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去乡下收个野货，居然淘到这么多宝贝。嘿嘿，这东西应该不只值几千块钱了吧？吴哥，这个值多少钱？俗气，你这个人真的是俗气。古董这东西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那总有个价格吧？清中期的碗，这东西真的太常见，值个300-500块钱。杨兄弟，我们这一桌子碗盘不会都是古董吧？是个屁，就收了一个盘子2只碗，那还有1只呢。吴哥手上端着吃饭，那个就是。杨兄弟，你这只碗不会是你在网上买的吧？神经病啊！我花钱去网上买它干嘛？我钱多啊。杨兄弟，这只碗我看不准，如果是真的话，你估计要发大财了。这碗你多少钱收的？这只花纹多一点，60收的。这阳光树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么多傻子？自己要不要低价把这只碗买下来？就算最后鉴定是假的，自己也亏得起。算了，这杨兄弟洒脱，为人处事也好，就不占他便宜了。杨兄弟，你这只碗我看外形和花色，很像几年前苏富比拍卖的一只碗。吴哥，那你看我这只碗能够值几十万不？吴兴国把手机打开，搜索了一下相关新闻，把手机扔给杨光树，自己看。2017年苏富比春拍，明宣德青花鱼藻纹石棱领口大碗，2亿多少？傅子峰盯着碗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吴哥，你牛逼啊！几个亿的碗，你居然用来吃饭盛汤。杨兄弟，这碗老哥我看不准，我打个电话，让我一个老哥哥过来看看。多谢了吴哥。对，于哥，我在上金水库这里钓鱼，这老板有件好东西，我看不准，想请你过来长长眼。另一边，大平公社，杨通生和女婿江明海气喘吁吁地坐在公社门口。爹，这堂书记今天会来公社吗？他不会是去县里开会或者下队去了吧？那我去问问。小同志你好，请问今天唐书记什么时候过来？不好意思，这位同志，我一个小社员，不清楚领导的行程安排。于是两翁婿坐在门口等了几个小时后，小同志，你们在门口等着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平公社外面这一片都归我韩龙管。韩同志，是这样的，我发明了一个抽水桶，一个人干活能够顶替几10个人挑水，很是方便我们老百姓。为了我们大平公社，为了各个大队，我江明海今天过来，就是为了献上此工具。这江明海不会是在吹牛逼吧？这倒要看看是真是假，搞不好这次我韩龙。江明海，东西带来了吗？韩同志，那根毛竹就是。就这一颗大毛竹，真的有这么神奇？韩同志，我找个池塘或者小河给您示范一下。于是江明海照葫芦好瓢，学着阳光树操作了一番。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大队的？韩同志，我是小平大队的知青江明海。江明海，你愿意把这制作抽水桶的技术现场交给我们吗？不应该是自己得到领导的赏识，然后司机开着车带着自己每个大队的去传授制作抽水桶吗？韩龙招招手，一个打扮的有些很时髦的小青年小跑过来。韩同志，去叫人砍一些大毛竹来。没一会就弄来了10几根大毛竹。韩同志，其实这制作方法很是简单，打通中间的隔层，然后再在下面开个进水口就好。中间这个拉杆，用竹子和细长的小树也可以。这个堵水的东西最好是破布，这样会比稻草堵水效果好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看一眼就会，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呢？这要是自己先发明，那以后自己在兄弟们面前不得昂首挺胸。砍竹子的几个人议论纷纷。江明海，这是10块钱，你不要嫌少，这是我韩龙的一点心意。以后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可以来找我。在大平公社这一片，还没有我韩龙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江明海虽然觉得这韩龙说话有些流氓气息，但是被这10块钱完全迷失了心智。爹，您说我以后来公社工作，是不是也要天天下队啊？这女婿真的是会做白日梦啊！韩三，你现在去小平大队找他们大队长和其他人问问，再次确认这抽水桶是不是江明海发明的。龙哥，你的意思是这抽水桶还不一定是江明海弄的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我们想要赚这个钱，就要把事情调查清楚，免得到时候跑出来一个愣头青，说这是他弄了，和我们拼命。龙哥，我们在这一片还怕别人？只要他敢来，兄弟们打断他的狗腿。叫你去就去，你一个人不出门了是不是？哪天别人一个人堵在巷子里等你，给你几刀，兄弟们来得及救你吗？要朋友，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大队真厉害，都有抽水桶，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？我知道，
是我爹爹做的。对，我爹爹、我叔叔都做了。几个小孩子七嘴八舌的说着，吵得韩三脑壳疼。自己是不是问话的方式不对？小朋友们，是谁第一个做出来的？我哥哥，我爹爹，我叔叔。哎呦，浪费老子2毛钱的糖，算了，还是去地里问问。杨老太太今天总是心神不宁，老公和女婿都去了大平公社，总是担心会出意外。大队长，我今天肚子很疼，我想请下假回去休息一下。身体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吧，要不叫杨福生给你看看。大队长，不用了，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。于是杨老太太心事重重的往家赶。大娘，问你个事。小伙子，有什么事你尽管问。大娘，你们大队有抽水桶的事情你知道吧？果然找上门来了。知道啊，是我们大队一个叫江明海的知青发明的，这小伙子可厉害了，要是没有他，现在整个大队的人都还在挑水灌溉稻田呢。大娘，谢谢您。韩三说完就想往前面走，再去找大队长证实一下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想去找大队长问问情况？韩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点头。小伙子，大娘还骗你不成？况且今天大队长和队里的人都不在，大冲大队玉米被野猪下伤祸害了，今天全大队的人去帮忙了，顺便还教他们使用抽水桶。谢谢你大娘。龙哥，我去小平大队打听清楚了，村里的老人都说是江明海发明的。既然是这江明海发明出来的，那这笔钱我韩龙和兄弟们赚定了。龙哥，我们一个抽水桶卖2块钱给其他大队，他们会要吗？会不会太贵？怎么不要？他们买个几十个估计不可能，但是可以一次性把制作方法卖给他们。龙哥，那这样以后我们不是不能赚这个钱了？韩三，你是不是傻？这东西他们自己不会做，一看就会做的玩意儿。这次不得赚个好几百块钱啊！不行，得再去感谢一下江明海这个傻帽，以后再有什么好事叫他再来找我。江明海，你们菜够不够吃啊？要不要再加2个菜？韩同志，我们吃饱了的。江明海，以后还有什么好东西，尽管来找我韩龙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阳光树居然敢对我喜欢的女人耍流氓，还欺负我老丈人，我江明海抢你功劳，你能怎么的？一个只会打野猪、抓鱼的莽夫而已。谢谢您，韩同志。年轻人，好好干。看着韩龙远去的背影，两翁婿激动了好半天。爹，今天我想买2斤肉，再打2斤酒。可以，今天我们一家人是要好好庆祝庆祝。之后两人便来到供销社，两翁婿看到什么都想买，但是囊中羞涩，也只能干看。你好，同志，这散酒怎么卖的？大酒缸旁边不是有价格吗？没长眼睛，自己不会看。两翁婿被这售货员气的敢怒不敢言，这年代的售货员那可是鼻孔朝天的。爹，这散酒都要7毛钱1斤，我们打1斤还是2斤？1斤。于哥，吴老弟，这是京城来的马三爷马总，这是陈诚陈总，欢迎2位远道而来。晚上我做东，请2位尝尝无伤的家常菜。吴老弟，你很会挑地方休闲啊，这地方山清水秀。于哥，哪天有时间也可以来玩玩。杨老板这里还是很不错的，都是绿色无公害食品，蔬菜瓜果。于老板你好，欢迎你们光临小店。杨老板好，你这地方很不错。杨老弟，快点把东西拿出来给于哥瞅瞅。傅子峰听到要验真伪了，马上跑过来。于叔，子松，你也在这里钓鱼？陪小女友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你小子！此时杨光树抱着一个鞋盒子出来，首先拿出来的是盘子，几人都满脸失望，随后又拿出只价值几百块的碗。特么的，你们这是消遣我们3个。最后看着杨光树小心翼翼拿出来的碗，三人仔细的观看了一会后，马叔如何？杨兄弟，你这东西不错，有没有出手的打算？我们都是在吴商这座城市，大家都应该相互照应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和老哥我说。于金伟直接开门见山，生怕被旁边两人抢走。于老板，既然我把它拿出来，那肯定是要卖的。杨老板你好，我是京城陈家古玩的陈诚，看着杨老弟你年纪也不大，我今年也才30岁，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叫我一声陈哥。马三爷看着两人都在拉关系，这可不行。杨兄弟，你不要看我60来岁了，但是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，你不嫌弃的话，叫我一声三哥或者马哥都可以。刚才不是一个个鼻孔朝天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个的又这么甜？3位哥哥，碗我是愿意卖的，你们自己出价吧，我对这碗的价格也不是很懂。杨兄弟，你这碗保养的很好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刚擦过油？
大家都古怪地看着于金伟，然后再看着吴兴国。那个，我有些口渴，我去杨老弟店里拿瓶水喝。伯伯，那不是杨叔叔抹的油，是我爸爸用来吃饭喝汤弄的。杨兄弟，你这只明宣德青花鱼藻纹石棱领口大碗，2017年的时候，苏富比拍卖2.02亿含税，你这只的话，老哥我给你2.2亿，税我自己出，怎么样，老弟？这价格很公道吧？杨兄弟，我陈诚出2.3亿，我大老远的从京城过来，不容易，你就把它卖给我吧。杨兄弟，我马三也不是小气之人，像某些人挤牙膏一样加价，我出2.5亿，税算我的。以后杨兄弟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，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价格保你满意。这价格估计差不多了，还是这马三爷大方，以后自己从1977带好东西回来，就打电话给他。杨兄弟，我出2.7亿，2.8亿，3亿，3你狠，3.2亿。要是马哥你再出价，我就拱手相让。年轻人，还是你狠。两位哥哥不出价了吧？那我就卖给陈哥了。陈诚紧张地看着两人，见他们久久不语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爸，我在江南省淘到一件宝贝，你给这个账户上打3.2亿。靠，我马上转过。你刚才说多少？3.2亿。爸，你没听错，就是3.2亿。儿子，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爸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马叔和于叔都在的。这次收的是明宣德青花鱼大口碗，钱我给你打过去，我和你爷爷马上过来。1分钟不到，杨光树就收到短信提醒，到账3.2亿元。杨兄弟，以后收到好东西记得给我打电话。3位老哥热情的招呼告别，完全没有了刚来的时候傲慢。之后杨光树又去市场买了些东西，然后便穿回了77年。光树叔，你去县城回来了？我悄悄去的，怎么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？大家快点过来吃糖。杨光树一人给了2颗水果糖，看着他们手里的知了。你们很厉害吗？抓了这么多知了？光树叔，你要不要嘛？我们送给你。你们自己不吃？我爹娘说你是个好人，请我们吃野猪肉，送给你也没关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家的孩子？光树叔，我叫王狗，我爹叫王巧狗。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叫王二狗？光树叔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大妹他们告诉你的？这还真有啊。对了，大妹他们怎么不和你们一起玩？他们被杨昌兴他们欺负，哭着跑回家去了。这杨老太太一家人真是坏种。光叔叔，杨昌兴他们说你跑了，不再要他们娘几个，大妹他们吵不赢就回家了。你们以后抓到知了就给叔叔拿糖和你们换，1颗糖1只知了。真的吗，叔父？你们都拿到我家去，叔叔给你们糖。回到家里，杨光树在院子里喊道：“大妹，你们爹爹回来了。”3妹赶紧跑了出来。怎么哭了？姐姐打你？没有，我想爸爸了。乖，别哭，爸爸不是回来了吗？来吃糖。爸爸，好甜呀！来，爸爸你也吃。大妹二妹还傻站着干嘛？爸爸，我们也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傻丫头，爸爸不回来能去哪里？这里就是爸爸的家。这时王春梅上工回来，看着在院子里陪着3个孩子玩耍的杨光树，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。妈妈，你快来，爸爸给我们买了好多糖。回来了，杨光树，你朋友没有嫌弃野猪头吧？给他们就不错了，还嫌弃什么？王春梅，走进屋去，看我今天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。爸爸，还有好东西？有，你们每个人都有。杨光树指着2个包裹，你们要看哪一个？爸爸，我要看那个大的包裹。等杨光树解开之后，原来是一堆衣服。杨光树，怎么这么多衣服？这不会是杨光树抢来的吧？杨光树，你实话和我说，这些衣服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王春梅，你放心，这些衣服都不是抢来的，也不是偷来的。我不是提着2只甲鱼去县城里吗？一个老大爷看到这么大的甲鱼，他一定要买下来，说他老伴儿身体有些虚，买去给他补补身子。就池塘里、河里随处可见的网吧也有人买。骗你干嘛？2只甲鱼还卖了10块钱呢。真有这么值钱？想不到城里人居然会买这些东西吃，搞得我都想去抓甲鱼卖，但卖东西可是要被抓去批斗，坐大牢。杨光树，下次你不要拿东西去卖了，投机倒把可是要被抓的。好的，我也不会经常去，毕竟以后也难以卖到这么高的价格。不对啊，你这么一大包东西，就10块钱哪里买得到？我朋友过几天就可以回老家工作了，他临走之前把身上的几10块钱借给了我。另外几个朋友知道了我现在落户在这穷乡僻壤，10块8块的，大家都把钱借给我。杨光树，你还想回去不？
不回去，回去干嘛？家里已经没人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王春梅，今晚吃一顿大米饭，你在桌子底下，旁边是精面粉。哪天你们想吃饺子馒头再做。阳光树，你借这么多钱买东西，你以后日子不过了是不是？王春梅，现在县城里人都有人偷偷摸摸买卖东西了，基本上也没人管。你不信的话，哪天你陪我去看看，我们大山里面东西这么多，你相信我，用不了多久，这点钱就会还上。虽然几十块钱在这年代很多，很值钱，但是这不是打一头野猪就能解决掉的事情吗？阳光树这一家子还没有开始吃饭，就传来了阳光国的声音：光树哥回来了，今晚通知开会，野猪开始下山祸害粮食了。哦，野猪多不多？怎么，光树哥你还想打野猪啊？光国，怎么的？你不想吃肉？想，怎么不想？光树哥，你不知道野猪肉有多香，昨天我们家分的肉怕坏掉，今天中午一顿就已经把它吃完了。我看你们是嘴馋了吧？这时，王春梅把一大盘野猪肉端上桌，还有一盘知了。光国，坐下吃点，等下我们一起去开会。多了，我还要去通知大家，我已经吃过晚饭了。坐下喝点小酒，这是我朋友托人从京城带过来的，叫什么京城二锅头。阳光国听到有酒就已经走不动路了，况且又是京城带来的好东西。坐下吧，你不去通知，不是还有你几个哥哥去吗？就算没通知到，大家听到动静也会出来看看的。没一会，几人就快速的吃完了饭。阳光树扔给阳光国一支烟，又拿出打火机要给他点上火。光树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会喷火！王春梅继母女也是好奇的盯着打火机看。鬼子造的打火机，听说过没有？多少钱买的？光树哥，下次能不能叫你朋友给我也带一支？不贵，才2块钱。2块钱还不贵？之后几人向着大队场坝走去。光树哥，你那打火机能让我看看吗？有什么不能看的？随便看。哥，你是我亲哥，能不能叫你朋友也帮我带一支打火机？带什么带？你喜欢这支就送你了。真的吗哥？可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给你就拿着，哥还有。哥，谢谢你。现在后山野兔很多，天天下山来吃黄豆。哪天我逮到了，给你送2只大野兔过来。有野兔？好，哥就喜欢吃这些东西。春梅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是啊，春梅，你这身衣服是在哪里买的？大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着穿着花衬衫的王春梅，眼里都露出艳羡之色。阳光树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通有书，下午就到家了。阳光树递了一根烟给大队长，又拿出火机准备给点上。冒出的火苗下的杨空有连连后退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通有书，别怕，这是鬼子造的打火机。附近的几个叔伯马上围上来看稀奇。阳光树连忙给他们递上香烟。哟，阳光树可以呀，都抽上了大姐们。这烟很贵吗？贵，怎么不贵？3毛5一包呢。这么贵？那阳光树手上这包烟不是要值3斤大米？年轻人就是败家。阳光国走到小伙伴们身边，故意拿出火机打燃。光国，你手上刚才是怎么冒出火来的？没什么，一个鬼子造的打火机而已。什么是打火机？快点给我们看看。杨昌平第一个抢到手里，眼睛再也移不开。杨昌平，快点给我们也看看，还有你脸红什么？几个小伙伴连忙靠近，看着杨昌平手里的打火机，一个个的都面红耳赤。杨光国，你这是在哪里弄到的？快点和兄弟说说，我也要去搞一个打火机。是光树哥给我的，说是他朋友帮他从护士带过来。一群人立刻跑向阳光树。老子话都没说完，你们跑什么？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光树哥，听说你帮光国带了个打火机，你能也帮我们带一个吗？你们确定要？光国没对你们说价格吧？几人摇摇头。这火机是我朋友从护士带过来的，2块钱一个。顿时几人心凉了大半截。这也太贵了，这阳光国真舍得，居然花了2块钱就买了打火机。不过呢，几人又期盼地看着阳光树。光国不是用钱买的，那是我送给他的，但是他说他要抓2只大野兔给我。这是一个有些猥琐的嘿嘿声响起。那个光树兄弟，我用黄鳝和甲鱼和你换行不行？阳光树马上递上一支烟给阳光贵，亲自给他点上。光贵哥，你有多少啊？这次黄鳝有点多，有个10来斤，还有2只大甲鱼。嘿嘿，终于有东西拿出去交差。光贵哥，黄鳝给我，我直接给你一个打火机。甲鱼的话，你卖给我，我朋友他们喜欢吃。钱的话，现在身上没有，你等得急的话，我带给他们。回来了再给你钱，你看可以不？没事，你什么时候给都无所谓。来，光贵哥，这里还有一个打火机。阳光贵拿着打火机就跑得远远的，生怕别人抢他的一样。现在野猪下山祸害粮食比较疯狂，隔壁大冲大队都已经被祸害了好多玉米。从今晚开始，大家轮流在后山下玉米地附近巡逻，有野猪就驱赶，不要让他们祸害粮食。今晚有自愿报名的吗？大队长，我报名。
看到阳光树报名，几个大小伙也站了出来。我也报名，我也报名。你们回去拿家伙，现在就出发。阳光树回到家里，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武器。阳光树，你床下面有一把大斧头，以前大妹她爸用来砍树的。之后，阳光树便来到场外，看着手里拿着2把枪的阳光果，我勒个豆，光果，你哪里搞来的2把枪？大队的，民兵训练都在用，你没看到过？我他妈才刚来几天，我看到个丢啊！拿一把我帮你扛。阳光树接过枪，这是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。这时，村里的其他几个小伙过来，看着阳光树肩膀上扛着枪和斧头。阳光树，你这是去打仗还是去赶野猪啊？切，你们懂什么？就你们手上的几把柴刀，遇到挂甲的大野猪，你们砍得动吗？我们又不是傻子，才不会和大野猪拼命。我们不知道打小野猪啊。肚子饿了，你们谁去掰几个玉米来？光树哥，你可不能占集体的便宜。就是，光树哥，你才来几天，怎么就变坏了呢？你们几个少给我假正经！我刚才去逛了一圈，好多地方都有被掰走的痕迹。我在地里用脚轻轻一刨，就露出了玉米糊。这不是被人拔草的时候偷偷啃的才有鬼。几人嘿嘿嘿的傻笑着。阳光树从裤兜里面拿出一瓶二锅头来，谁去掰？等下多喝一口，这可是我朋友从京城带来的好酒。下一秒，所有人都没影了。光树哥，你怎么这么多好东西？光辉，你和老弟虽然是杨老太太的侄儿，但是我就事论事，不会对你们怎么样。以后你们有需要的东西可以找我换，我朋友多，他们都能弄来好东西。谢谢光树哥，谢谢光树哥。就在此时，玉米地里有着哗啦的声响，不好，有野猪祸害玉米棒子。几人急忙地拿着自己的武器，阳光国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，另外一把在阳光贵手上。本来阳光树也想打枪来着，但是自己从来没摸过，有些担心打不准。这时一头小野猪冲了出来，这可是肉啊，就算分给集体一半，自己也还有10几斤，打不赢大的，打你这只小卡拉米还打不赢。嘿！杨老弟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里面的老母猪听到自己孩儿的惨叫，直接冲了出来。杨老弟，快点出来，有大野猪冲出来了。杨老弟刚想往回跑，就被大野猪给推了。大野猪虽然身中2枪，但是并没有倒地，而是发了疯的冲向人群。这时阳光国才反应过来，对着大野猪就是连开5枪，大野猪直接倒地。阳光辉找到弟弟，摸摸他鼻子，看他没断气，才把枪放到肚子里。我还睁着眼睛，你看不到吗？我就是疼得说不出话而已。你这哥哥居然来试我鼻息！这时又有2头野猪冲了出来。大家脸上都充满了惊喜，今晚大家发大财了。可下一秒，一头400、500斤的大野猪正愤怒地看着大家。这阳光贵和阳光国真的是2个大傻子，2头野猪就把所有子弹打完了。野猪王看着倒在地上的妻儿，闪电一样的把阳光贵撞飞。杨昌平和阳光辉抓住机会，拿着柴刀就往野猪王身上撞去。不好，这野猪王身上挂甲了，砍不动。野猪王直接打，嘿！光树哥，光树哥！阳光树躺在地上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眨了眨眼睛，缓了半天才爬了起来。你们说这大野猪我们怎么分配？怎么分配？谁打的就是谁的呗。杨老弟听到这话，看着自己打的那一头只有20、30斤的小野猪，这去掉内脏，再给大队一半，这会不会就只剩下几斤肉了吧？我他妈忙活半天，意思是一点都没有。枪在你们手上，打了当然是大家一起分。光树哥自己分野猪王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我们大家一点忙都没有帮上，是他自己有斧头自己杀的野猪王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几个人点点头，都表示没意见。听我说一句，今晚大家都是生死兄弟，有枪的抬枪，有刀的出刀，大家都没有逃跑卖队友。这野猪肉我们上吊大队一半之后，我们几兄弟平分。几人听到阳光树的话都很高兴，这又可以多分几10斤野猪肉了。光树哥，没想到你这么义气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哥，以后都是兄弟。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对不起，光树哥，今晚就我们2个最没用。我都说了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不要那么见外。虽然你们2个今天确实没什么卵用，但是你们2个不是当的砍了野猪王好几刀吗？我们大家都听到响了啊！大家听到这话都哈哈大笑。光国，你去通知你老爹，叫人来抬野猪。大队长杨通友听到儿子的汇报，先是为众人捏了一把汗，然后就是喜悦，大家又可以分野猪肉了。今晚野猪群下山祸害庄稼，被阳光树他们几人打杀了好几头，现在大家随我去抬野猪。于是由阳光国带路，大家向着后山玉米地跑去。一帮人来到火堆旁，看着几头大野猪。阳光树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猛，这还叫猛？
下次让我拿枪，我们大队天天吃野猪肉。呵，下次就让你拿，只要有肉吃，你把枪放你家去，天天抱着睡觉都无所谓。阳光树，你这么厉害，王春梅知道吗？这话一出，惹得一群大老爷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随后阳光树便回了家。路过知青院子的时候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快点出去，再不出去，我喊人了。费小萌，你随便喊，现在大半夜的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。这两人还玩起角色扮演来了，真看不出来，这费小萌平常看着文文静静的，想不到居然也玩得这么野。张明海，你都结婚，孩子都已经有了，况且我又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请你不要犯错误。费小萌，自从你来到小平大队之后，我就一直喜欢你，现在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和杨菊香离婚。江明海，你离不离婚关我什么事？你都26岁了，我才18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哼，费小萌，我看你就是嫌弃我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喜欢阳光树那小子。那天你在河里洗澡，他偷看你是不是？还有他在河里打野猪那天救了你，你是不是想以身相许啊？阳光树本来都要走了，但是突然听到自己名字，又停了下来。江明海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瞎说什么？老子今天就不走，就是要睡了你费小萌。费小萌，老子让你拒绝我的追求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装什么清高，还不是和我一样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？江明海，你这畜生，快点给我滚出去，要不然明天我就去告诉杨菊香。老子随便你去告。江明海，你今天晚上遇到我，算你小子倒了8辈子霉，特么的，3番5次针对我，原来就是为了这费小萌，今天晚上就只能借机报复你这畜生了。阳光树救我！贱女人，这个时候还想着阳光树，还说不喜欢他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阳光树，你不去后山守玉米地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老子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今晚也是想来睡费小萌的，是不是？阳光树，不要再打我了，要不然我要去大平公社告你。老子随便你去告。活该，打死这畜生！随后阳光树把江明海直接扔到外面。阳光树，谢谢你。谢啥？是个男人都会出手相救。阳光树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我好不好？大姐，你不会是叫我杀了江明海吧？说说看，我能不能办到？阳光树，今晚的事情不要传出去好不好？我害怕面对流言蜚语，我怕我扛不住，我怕别人误会我已经被玷污。名声就要这么重要吗？你不报大队，也不报公安，不说枪毙他，最少也能让他在里面蹲个10年8年。对我来说，名声比生命重要。随便你，反正是你的事情，你放心，我嘴巴比钢铁还硬，没人能撬开。阳光树刚回到家，就看到王春梅坐在床边。阳光树，你受伤了？没有，野猪血迹而已。王春梅整个人扑到阳光树怀里。阳光树，大半夜的听到钟声，吓死我了，总是担心你出事，我想出去找你，又担心3个孩子。快点起来，我身上脏。我就不起来，我又不嫌弃你身上脏呢。王春梅撒着娇，手搂着阳光树的腰，阳光树放在空中的手慢慢放下，也搂着王春梅的腰。春梅，快起来，我全身血渍，我先去河里洗个澡。在河里小心点，晚上蛇很多的。你们不知道，当时我杨光贵那可真是如神仙下凡，眼看大野猪就要咬到杨老弟，我砰砰就是2枪，300多斤的大野猪应声而倒，杨老弟才避免被咬死。按照我们乡下的习俗，这杨老弟现在应该提着东西来感谢我，然后拜我做干爹。杨光贵，我看你是找不到老婆，是不是想收一个现成的儿子吧？王老六，你他妈可别到处败坏我杨光贵的名声，谁说我找不到老婆的？我杨光贵就是不想找而已。光贵哥，屁股都开花了，还不去休息？杨兄弟，你来了，就一个口子而已，我看着大家在给野猪烫毛，我就感觉屁股不疼了。现在的人真能扛，要是换成21世纪，这么大一个口子，不得在医院里躺10天半个月啊？几个小时后，野猪才全部处理好。4头大野猪和1头小野猪差15斤，就1200斤。阳光树他们差不多可以分600斤左右。哥几个，我们留个500斤就好，多余的拿出来，请大队的人吃个早饭，怎么样？几人没做犹豫就同意，一人80几斤够多了。况且拿出来的肉，他们和自己家人也可以吃到。王春梅看着大家都在忙活，连忙跑回家把3个孩子叫醒。你们几个快点洗脸刷牙，拿着碗，我们去吃野猪肉。阳光树一家5口围在一起，就着白面馒头下着野猪肉。爸爸妈妈，这馒头真香，野猪肉更香。
阳光树看到不远处蹲在地上一起打野猪的战友们，阳光树拿着馒头走过去，来，一人半个。谢谢光树哥。吃饱喝足后，阳光树问道：一人7、80斤野猪肉，你们怎么打算的？都留起来吃吗？光树哥，一下子哪里吃得完？今晚每家都差不多又分了有7、8斤野猪肉，现在大家也不愿意拿出东西来换野猪肉了。我准备拿到大平公社去卖，你们几个一起去不？光树哥，这野猪肉卖得掉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好，我们陪着光树哥一起。春梅，你把大队长给的那几个猪肚先放水里泡起来，免得它发臭。这猪肚可是和大队长打过招呼的，自己要带回2024。哥几个，这是野猪肉吧？阳光树看着说话之人，估计40多岁年纪，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人。哥几个不用害怕，我叫韩龙，带着兄弟们在这大平公社这一片混口饭吃。韩龙是吧？你拦住我们哥几个是有什么事情？这几位兄弟，你们是哪个大队的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和各位做个小买卖。这年代都有人开始明目张胆的做买卖了吗？我们都是小平大队的，我叫阳光树，你有什么事直接点，不要耽误我们去卖野猪肉。哦，兄弟，你们是小平大队的啊！我前2天还和你们大队一个叫江明海的做了一笔生意。没看出来这江明海这么聪明啊，居然还知道来大平公社搞钱，不愧是大城市下来插队的人，就是比普通人脑袋灵光。韩龙兄弟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和他做什么买卖？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就是他发明了一个抽水桶，我叫他把制作方法卖给我们了而已。韩龙没有说自己是连哄带骗弄来的。他妈的，狗东西！阳光树，你想找死是不是？敢骂我们龙哥？你们几个不要激动，没有骂你们的意思，我是在骂江明海那狗东西。这抽水桶是我发明出来的，没想到被他拿来卖给了你们。没想到这还能碰到正主，早知道自己就不多嘴了。杨兄弟，你这野猪肉卖给我们，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，一定给你们一个好价格。阳光树看向后面几个兄弟，看着几人都点点头，才说道：韩龙兄弟，你开个价，价格合适，我们就全部卖给你。杨兄弟，3毛1斤怎么样？你们在乡下几枪就打来了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划算？居然可以卖到3毛1斤，那自己不是可以分到20多块钱？虽然知道家猪可以卖到7毛钱1斤还要票，但是这野猪是白白来的不说，偷偷摸摸的卖，还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去。韩龙兄弟，请你们往右转，不要耽误我时间。3毛1斤，你他妈糊弄傻子吧？杨兄弟，我们买来还要叫一帮兄弟们到处去卖，搞下来我们也赚不了几个钱。之后2人讨价还价，最后价格定在5毛1斤。哦，卖东西居然可以这样卖，幸好有阳光树跟着，要不然要亏到姥姥家去。杨兄弟，250块，我们没有这么多现金，只有200块，要不你们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们卖到钱再马上给你们。韩龙，你是把我们当傻子，还是你自己脑子有问题？你们跑了，我们找谁要钱去？韩龙也是没办法，这年代谁会有这么多钱？自己这些钱还是卖抽水桶搞来的。一帮兄弟们整天游手好闲，哪里有钱？虽然每天大家都骑着28大杠，但是这东西是家里面的，也不敢拿来抵账。杨兄弟，用票抵行不行？哦，可以，拿出来我们看看。韩龙随即从身上掏出了一些票，有粮票、布票、烟票、酒票。杨兄弟，这些票可是和钱价值差不多，1斤粮票最少也要1毛钱。你们几人需要什么票，自己来挑。几人基本上就是挑粮票，这东西最实用。阳光树拿了2张茅台酒票。韩兄弟，过来和你商量个事。这阳光树还有什么事情找自己？不会是叫自己收拾江明海吧？韩兄弟，你能再弄到茅台酒票不？能是能，就是这东西比较稀少，一般人没有这东西。你也知道，这茅台酒就7、8块钱1瓶，一般人喝不起，所以票也少。韩兄弟，你能搞来，我7块钱买你1张茅台酒票，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今天都才按5块钱1张算的。嘿嘿，这东西2、3块钱就可以收上来，就是量真的太少。好，杨兄弟，我去帮你收，到时候收到了怎么给你？你直接来小平大队找我就行。听到韩龙答应，阳光树才给他一支大前门，还亲自给他点上香烟。杨兄弟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小鬼子造的玩意儿，叫打火机。嘿嘿，杨兄弟打个商量，你有没有多余的？卖我一个可以不？韩兄弟，这东西可不便宜，我朋友托人从护士带过来的，2块钱一个。这么小一个东西，想不到这么贵。
杨兄弟，叫你朋友给我带几个打火机，到时候我来找你拿。阳光树把手上的打火机扔给韩龙。韩兄弟，你我虽然才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感觉和你很投缘，这个打火机就送给你了。没想到第一次和阳光树做买卖，这人就这么大方。要知道2块可以买10几斤大米，这阳光树要不就是真大方，要不就是个傻叉。韩兄弟，记得多帮我收购茅台酒票，到时候当兄弟的不会让你吃亏。光树哥，我想去买一些粮食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杨昌平想到自己母亲和2个弟弟，一家人每天都是野菜煮稀饭，一到半夜3更，一家人都饿得睡不着觉。光树哥，这次谢谢你了，没有你，我们野猪肉分不到这么多不说，也卖不到这么多钱。大家都是兄弟，那么客气干嘛？营业员，给我来2瓶飞天茅台。大飞天茅台酒没有了，大葵花茅台酒要不要？这大葵花茅台酒是什么鬼？我在2024也没有喝过茅台酒，也不了解，只知道有飞天茅台。小同志，你要不要的？不要的话别挡在这里，给我站到边上去。这营业员都这么屌的吗？要是在2024，我一定在上曝光你服务态度不好。来都来了，就买2瓶吧。70年代的东西，再差带回去也能卖几个钱吧？买，谁说我不买的？给我来2瓶。酒票拿来，一共16块钱。营业员砰砰地把2瓶茅台放到柜台上，你给我轻点放，别给我摔坏掉了。接着营业员把钱一收，看都不看阳光树一眼，怪不得卖不掉，居然是7年前的存货，可惜了，要是飞天茅台就好了。你们买好了没有啊？差不多了，光树哥，你就买酒不买其他东西？不买，我上次刚买过，给阳光贵这老小子带点米去，再打1斤散酒给他。昨天晚上不是说屁股没事吗？还在厂坝到处找人吹牛逼，一说来街上就说屁股遭不住，几人都忍不住笑话。光树哥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打火机能卖我们1个吗？阳光国这小子总是在我们面前的色。才赚了几个钱就飘了是不是？留着买粮食吃不好吗？你们要打火机我可以给你们，但是你们不能用钱买，还是给我用兔子假鱼换。几人羞愧的点点头。还好这几人比较单纯，忽悠几句就放弃用钱买打火机，我带着你们赚钱了，你们都不给我抓兔子抓甲鱼黄鳝，那我还怎么把东西带回2024去？就算不带回去，这野兔多香啊，我这辈子都还没有吃过野兔呢。大家都是兄弟，以后你们要香皂、洗发膏或者其他东西都可以拿东西和我换，你们几个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光树哥。累了大半天，走，光树哥带你们去国营饭店搞一餐好的。光树哥，你请客是不是？我请就我请，今天让你们都吃好喝好。光树哥，我就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几个凑钱打平伙吧。切，才几个钱，你们光树哥是差这1块2块的人吗？几人来到国营饭店，大家都有些畏畏缩缩，不敢点菜。来3盘炒肉，3盘蔬菜，再来1瓶酒。来，哥几个走一个，以后大家一起发财。光树哥，这可是你说的哈，以后一定要带着我们一起发财。几人可是知道阳光树的厉害，打野猪厉害不说，朋友还多，好东西更多。阳光树回到家里，跟孩子嘱咐了一番后，带着几个野猪肚还有黄鳝甲鱼，又带了一些碗盘来到树林里。回到乌商市还没2分钟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杨兄弟，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能再给我搞一只甲鱼吗？杨兄弟，你在听吗？你说话像机关枪一样，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？在的，吴哥。杨兄弟，这几天能不能再搞的一只纯野生的甲鱼？不要那种污染臭水沟里面的洗澡甲鱼，就是你上次搞来的那种没有污染，几10年前的老品种那种。吴哥，你运气好，我这2天刚好下农村搞了2只。喂，吴哥，你在听吗？喂。特么的，又说要甲鱼，怎么还挂我电话？难道是他手机没电了？可下一秒钟又有电话打进来。杨兄弟，能不能搞到野生老品种甲鱼？帮兄弟我搞一只。子枫啊，你运气好，刚搞来2。喂，付子枫，都有毛病吧？挂电话一个比一个还快。看着夕阳的余晖，阳光树把躺椅搬出来，悠哉悠哉地躺在躺椅上。哎，还是躺平最舒服。随后又拿出电话给于金伟打了过去。喂，于哥吗？我小杨啊。于金伟正在听着陈诚在吹牛，正听得有些心烦，突然就接到了阳光树的电话，就像找到了救星，马上走到门外。喂，是杨兄弟啊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又有好东西了，鉴定是吧？有空，我马上过来。陈诚啊，既然你京城事情比较忙，那你先回去忙吧，我亲戚找我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。于哥，我不回去也没事，我想去杨兄弟的水库钓钓鱼。自己走出去打电话，这家伙还能够听到自己说话声，那一起去吧。你那句杨兄弟，我就猜测是阳光树。
杨兄弟，甲鱼了，快点给我！吴哥，你这么着急干嘛？我都收回来了，甲鱼还会飞啊！杨兄弟，你不知道，你这甲鱼真的不身体。我爸和我大姑本来腿脚就不是很方便，走路都要拄拐杖。你不知道，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聚餐，他们吃了你的甲鱼之后，居然走起来路来都不用拐杖了，还一口气可以走几百米不停歇。这吴兴国没开玩笑吧？这是甲鱼，又不是兴奋剂。吴哥，你没哄我开心，逗我玩吧？杨兄弟，我有必要和你开这种玩笑吗？如果只是一人有这种现象，我们倒不会怀疑和甲鱼有关，但是2位老人都这样，还有全家人吃了之后都感觉全身充满了能量似的，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。这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？自己要不要也吃一只试试？吴哥，你动作很快嘛。吴兴国有些埋怨地看向杨光树。杨兄弟，你打电话给这小子了？打个屁！你刚挂断他就打来。早知道傅子峰要来，自己刚来就拿着甲鱼走就好了。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只能和上次一样，一人一只。祖，带我们去看看甲鱼，免得到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这好大哥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感觉说话有些扯鸡骂狗？呸！老子才不是狗。杨兄弟，这甲鱼和上次的差不多大嘛，下次能不能搞一只10斤以上的？吴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野生的10斤以上的哪里有那么好搞？吴哥，你嫌弃的话，这2只我全要了。傅子峰，你给我滚蛋！谁说我不要？杨兄弟，你还能不能搞到野猪肚？我奶奶说，她老人家的胃这几天都感觉不那么疼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和吃了你的野猪肚有关。这时吴兴国直接从桶里抓住那只大一点的甲鱼就要走。吴哥，你干嘛？傅子峰顿时急了，没干嘛，拿我的甲鱼。傅子峰没办法，都被吴兴国拿到手上了。下次还让你拿大的，我傅子峰跟你姓。你吴兴国要忙生意，我屁事不做，我天天来钓鱼，守在阳光树这里，看你还怎么和我争抢。吴兴国给阳光树赚了5000元。吴哥，多了，你给2500差不多了。杨兄弟，你不要推辞，你这东西肯定不止500一斤，况且哥哥我也是不差这几千块钱的人。傅子峰直接赚了6000元。杨兄弟，多的1000，就当是我以后几天的钓鱼费。吴兴国无语地看着傅子峰。傅子峰再次问道：杨兄弟，你什么时候能帮我搞到野猪肚？这东西现在好搞，这次我就搞了几个回来，现在好多地方都可以捕杀野猪，地方还鼓励给钱大家去打野猪。哦，杨兄弟，我全部要了。傅子峰，你不要吃独食，给我留一个。吴兴国听到傅子峰说野猪肚有奇效，也想买一个，没胃病可以养胃啊。杨兄弟，你带来的东西呢？快点拿来，老哥给你鉴定鉴定。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吴兴国连忙打招呼。又是你们2个，你们2个真的是个吃货啊！吴兴国和傅子峰就尴尬一笑，也懒得解释，免得又多一个竞争对手。杨兄弟，听宇哥说你又弄到好东西了，你怎么不打电话给哥哥我啊？陈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以为你在京城，况且这次只是鉴定而已。杨兄弟，你不知道，现在这陈诚可风光了，早知道当初我咬牙也要买下来。陈诚得意忘形的笑了，嘴巴都要咧到耳根子去了。现在都有人出价4个亿买这只碗，他家还不卖。现在他们陈家古玩商行可出了大名。杨光树也没想到一只碗而已，居然会这么昂贵。不过杨光树也不后悔，3.2亿已经知足。于哥，东西都在这纸箱里，你慢慢鉴定。今晚你们都留在这里吃饭，我搞了点野味。杨兄弟，野猪肚呢？快点先给我。不能全部给你们，一个留起来今晚做菜，剩下的你们可以拿走。杨光树拿出一个大的，剩下的4个就给了2人自己去分。杨兄弟，你还有这么多黄鳝啊？卖一些给我们，这里估计有10斤以上，你今晚又吃不完。你们要的话，一人拿2斤去，剩下的今晚全部烧掉。杨光树看着微信，又到账2个2000块。于哥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？暂时没有，都是一些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玩意儿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我这边暂时也没有发现，哪里有这么多好东西，总是让杨兄弟遇到。这杨兄弟真的是好运气。陈兄弟你也来看看，这是不是永乐青花大盘？陈诚急忙过去检查着每一个细节，基本确定是永乐青花，就是这岁寒3有缠枝4季花卉纹大盘，以前只听说过，市场没有成交过，不好估值。先放一边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各位老大哥们，开饭了。杨兄弟手艺不错啊，这黄鳝，这猪肚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家常便饭，于哥喜欢，以后就经常来。杨光树把大葵花茅台拿了出来。杨兄弟，这是哪一年的飞天？于哥，不是飞天，那是生肖酒。也不是，就是个大葵花。杨兄弟，你把酒给我看看。没错，
就是大葵花茅台酒，还是1970年生产的，这酒可是要卖几十万的。几人都震惊地看着于金伟，特别是阳光树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于哥，这酒现在多少钱一瓶？25万一瓶左右，有市无价。阳光树心里那个悔啊，这是吃了见识少的亏。对了，于哥，这批货有没有值钱的东西？只有一个盘子是好东西，其他都是100来块钱到几千块钱的玩意儿。这可是70年代淘宝啊，都没有被人洗过的，居然也没有好东西。看来以后要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就一个小瓶大队，太穷了。于哥，你们谁还要大葵花茅台酒？兄弟，我还有一瓶。什么？杨兄弟，你还有一瓶大葵花茅台酒？你快点拿出来给我看看。阳光树把酒和票据一起拿来，于金伟慌忙的接过。居然还有票据！杨兄弟，这酒我直接给你30万，当哥哥的不会让你吃亏。多谢于哥。于哥，兄弟想求你帮个忙。来了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杨兄弟有什么事尽管说，于哥办不到也一定给你想办法。于哥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收一些77年以前的钱？兄弟，我下农村收东西的时候，可以用这钱和别人换东西。于哥，你也知道，好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很是怀念以前的钱币。至于粮票之类的，阳光树没要，因为很多票在70年代是不能全国通用的。小事情，杨兄弟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叫人给你送过来。杨兄弟，我家店里有好多，我马上叫人给你送过来。陈兄弟，你从京城拿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不用你大老远的费心。老哥，我店里还有77年之前的几千块钱，我已经叫人送过来了。于哥，我不嫌弃钱多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在77年都要穷死了。于哥，不远，我家有私人飞机，2个小时就到乌商市。杨兄弟，你那只盘子能不能出让给于哥我？于哥，你要就卖给杨兄弟，我也想要拿只盘子，你放心，价格肯定给你最高价。上次你买了一只碗就算了，现在还来和我抢盘子。陈诚，杨兄弟说话，你打断他是不是很没有礼貌？我不打断，东西都卖给你了，你当我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于哥，陈哥，这东西我都还没有看过，至于卖给谁，你们2人自己商量，就一只菜盘子而已，不要伤了和气。这是一只民永乐青花穗含3有缠枝4季花卉纹大盘，直径32.5厘米，目前拍卖行或者市场还没有出现过交易记录。于哥，陈哥，你们2人出多少钱，卖给你们算了。陈老弟，这只盘子让给哥哥行不行？上次你不是买了一只碗了吗？等下次有好东西，我们再竞争。于哥，让给你可以，但是你这只盘子借我几天，我拿去店里放几天，吸引一下客人。成交。杨兄弟，哥哥给你说下永乐大盘的行情，有300、500万的，也有几千万的。上次何小姐就5000多万拍了一只。意思是自己这菜盘子也值几千万？杨兄弟，你这永乐大盘，于哥我给你700万。还以为几千万呢。阳光树看向旁边的吴兴国，我就是个半桶水，我知道个地儿啊。看阳光树沉默不语，于金伟马上说道：杨兄弟，你放心，哥哥不会让你吃亏的，这价格绝对公道。好，于哥，你喜欢就拿去。去采购点打火机、香皂，自己还没有吃过野兔呢，不知道那几个家伙有没有掏到兔子，我香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你们倒是动作快点啊。大晚上的，阳光树也没去批发市场，就在商店随便买了些打火机，然后又走进一家年代电器二手店。小伙子，你要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啊？大爷，你这里还回收东西？不回收，哪里来的这些老古董？大爷，我就好奇，进来随便看看。小伙子，来都来了，带件小玩意回去给长辈们，让他们回忆年轻时候的时光。大爷，有没有70年代的收音机？有75年的牡丹942收音机，这机子好，当时可是卖到30好几，一般人都买不起。大爷，你这里面是现在的零件吗？小伙子，不是现在的零件维修，我还能跑到70年代去进货。也是，除了自己，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回去70年代。小伙子，你要沉70年代的也有一台，就是太破旧，先说好，到时候坏了不要来找我麻烦。大爷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台收音机，这是70年国产的春雷收音机，那年代也要35块左右，真是便宜你小子了，350块你直接拿去。阳光树看着大爷可怜，估计几天都卖不了一台，
便也没有讲价，然后来到外面准备启动自己的50面包车离开。这时，旁边的一辆迈巴赫车灯闪了一下。小伙子，还有一台熊猫收音机给你留着，下次记得来拿。阳光树回到家里，是杨老板吧？我是陈诚的员工，这是7000块钱，我们老板叫我亲自交给您。谢谢了，兄弟。杨老板，您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现在自己也算是万元户，过去不知道能买几件好的古董，一家5口挤在一间茅草屋里，要不要先建几间房子？但是又怕有人举报自己钱财来路不明，得想个办法，在77年搞些钱。翌日，阳光树出现在树林里，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往家走。春梅，起这么早？阳光树，你回来了，这么早回来，又累又饿吧？快点休息一下，早饭马上就好。3个孩子起来，看到爸爸很是惊喜。爸爸抱抱。哎呦，我们3妹长胖了吗？爸爸都快抱不动了。爸爸，我才不胖呢，你看我的手还这么小。多吃点饭以后就长胖了。爸爸，我以前小肚肚都吃不饱，所以才长不胖。以后爸爸天天让你吃饱饭。那爸爸最好了。今天的早餐居然又变回了野菜麦麸玉米皮稀饭，不过里面多了几粒大米。春梅，不是还有米面吗？怎么又吃野菜稀饭？阳光树，我们要节约点，省着点吃，过段时间交公粮之后，大家还不知道能够分到多少粮食。王春梅是饿怕了，以前想吃野菜稀饭都没有。春梅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饿不到你们娘几个。王春梅带着哭腔应了一声，大颗大颗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滚落到碗里，是真的被阳光树感动到了。大妹7岁了，多少懂点事，也是眼睛红红的。2妹和3妹2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咕噜噜的喝着野菜稀饭。爸爸，我小肚肚现在饱饱的，我等下就会长胖了。对，3妹等下就长成小胖妞。我才不当小胖妞。今天上工是在河边修碾房，一上午大家都在抬石头，下午的时候，阳光树就把收音机带来。阳光树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收音机，你们不看凿石头了？嘿嘿，不看了，没有你手里的东西好看。这就是收音机呀，供销社里面好像就有这收音机卖。光树哥，你这收音机多少钱买的？这家伙不会才赚2个钱，也想买收音机吧？怎么，光国你也想买？问，听说这收音机要票不说，还贵，最便宜的都要30多块钱。一帮大男人都羡慕地看着阳光树。其实我这东西没有这么贵，二手货而已，不要票，才15块钱。阳光树，你这收音机真好听。阳光贵，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？我都来半天了，是你没有听到而已。你屁股痛，不在家养伤，乱跑什么？在家实在无聊，本来是在田里找黄鳝的，但是听到这边有歌声，我就过来了。既然你力气多，晚上来我家一趟，我给你甲鱼钱，晚上咱哥俩喝一杯。哦，杨兄弟，那我再去抓些黄鳝，晚上好下酒。特么的，这些黄鳝白天躲得真好，影子都看不到。哥哥，抓黄鳝不是这么抓的，哪天兄弟展示给你们看，什么才叫做抓黄鳝。夕阳还未下山，阳光贵就提着2斤多黄鳝来到阳光树家。阳光树清理完之后，直接用油和辣椒爆炒，半个大队的人都能闻到。是谁这么缺德？晚饭时间搞得这么香，害得我最喜欢的红薯稀饭都不香了。光贵哥，这是你的甲鱼钱，一共2块2毛。阳光贵接过钱，然后抽出3毛钱。大妹、2妹、3妹，伯伯给你们的，拿去买糖。大妹几人连连摇头，表示不要。王春梅连忙劝道：光贵哥，你自己收着，攒起来娶老婆。妹子，几毛钱哪里连娶到老婆？我是给几个侄女买糖吃的。春梅，既然是光贵哥给几个孩子的，就让他们收着。阳光树发话了，几个孩子开心的收下。阳光树又把收音机拿出来，一家人听着广播吃着饭，非常惬意。光贵哥，来尝尝这酒，这可是我朋友亲戚从京城带过来的2锅头。杨兄弟，这酒真带劲。喜欢喝，等下带1瓶回去。算了，杨兄弟，这酒太贵重，喝过这1瓶我就很知足了。阳光贵很是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。杨兄弟，你这手艺真的没得说，这黄鳝真的太好吃了。伯伯说的对，爸爸烧的菜就是比妈妈做的好吃。还是我家小宝贝会说话。光树哥，听说你买了个收音机，我们来瞅瞅。你们几个怎么又鬼混在一起了？光树哥，什么叫鬼混在一起？我们是和你混在一起的好不好？少给我贫嘴！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几人看着桌上的黄鳝，咽了咽口水。我们吃过了的。吃过饭了，就坐下来喝酒。春梅，去把熬制的野猪肉热一点来下酒。
之后，兄弟6个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场，酒足饭饱后，光树哥，你说的带我们今晚发财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光树哥，你说的带我们今晚发财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先砍一根竹子来再说。光树哥，你是要带领我们做抽水桶赚钱？不要和我再提那3个字。大家看清楚这夹子怎么做了没有？没错，阳光树教大家做的就是竹片黄鳝夹。光树哥，你教我们做夹子，是让我们去县城捡垃圾、搞卫生吗？滚蛋！光国，你再逼逼一句，不带你发财了。你以为你在21世纪可以捡瓶子换钱？晚上，阳光树几人去田里抓了1个小时，就抓了半桶黄鳝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光树哥，你朋友帮我们带回来打火机了吗？带回来了，就在我家里。光树哥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说什么？你们又没问，我以为你们不急着用。杨昌平和杨老弟无语的看着阳光树，怎么不着急？这阳光国和阳光贵天天拿着美女打火机，在我们几人面前显摆，我们早就想拥有大美女。呸，是想拥有自己的打火机。今晚大家收获不错，这差不多有14、15斤黄鳝。光树哥，要不是光贵哥在那里叫，我们桶都给他装满。大家以后有的是时间，谁家黄鳝夹得这么重，好多身上都流血了。杨老弟低着头，不敢看这边。下次你们家稍微轻一点，他跑不掉就行。阳光树从屋里拿出几只打火机，你们3人1人1只。光树哥，要不我们抓黄鳝给你抵扣打火机的钱算了，这黄鳝多好抓啊！这可不行，我还想吃兔子呢。这黄鳝在田里又不会跑，只要你们不要把这夹子传出去，以后我们几个不是想怎么抓黄鳝就怎么抓。几人想想也是，明天我们不夹黄鳝了，我们去后山套野兔去。翌日下午下铺，几人晚饭都来不及吃，就急匆匆地向着后山而去。等下我们去黄豆的那边下套子，这些野兔最喜欢吃黄豆。几人都没有意见，去那边下套子是最好的选择。光树哥，还有大前门吗？给我来1只。阳光树给每人散了1只大前门。光国，要不要以后拿野兔和我换烟抽？光树哥，这野兔可没有黄鳝好抓。我虽然想抽大前门，但是我也没有把握抓到野兔。你这家伙没把握，那你还说用野兔抵打火机？嘿嘿，谁叫打火机这么好看实用？我也想用打火机点烟嘛。几人来到一大片黄豆地，开干，早点下完套子，好回去吃饭。阳光树看着几人手里就只拿着一把柴刀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不是说下套子吗？套子呢？光树哥，这就是啊。你们几个没有哄我，这不是用来那鞋底的吗？阳光树难道不用麻绳用牛绳啊？好，是我阳光树没见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套野兔的。随后，阳光贵挖了一个小坑，然后砍了一截树枝，再绑上麻绳套，之后把小树弯曲到小坑里，最后掩盖起来。光贵哥，你们一直都是这么套野兔的？嘿嘿，怎么样，杨兄弟，哥哥厉害吧？嘿，厉害个屁！这下的套子也太严实了吧！看着几人都下好了套子，阳光树连忙上去拍马屁：“各位兄弟辛苦了，明天能不能吃到野兔，就靠几位兄弟了。记得明天早上叫我一起来啊！”肯定叫你呀，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下套子的厉害之处。回到家里，王春梅已经做好了饭菜。爸爸，你尝尝这馒头，我最喜欢吃了。三妹，你自己吃，爸爸不喜欢吃馒头。爸爸吃一口。三妹把馒头都喂到了阳光树嘴边，阳光树轻轻咬了一口，真的很香。三妹快点吃。一共5个馒头，3个孩子1人1个。阳光树把自己的馒头分成2半，给了大妹和二妹。爸爸，我们不要，你自己吃，我们手上都还有。给你们就吃，爸爸不喜欢吃馒头。王春梅看着阳光树对自己孩子这么好，心里很是感动。春梅，以后你煮饭可以多放点米，我们家现在以后有我在，都不会缺粮食，不要让孩子们饿着。夜晚，阳光树躺在床上，得想个办法，以后不能再天天吃野菜稀饭，自己又不是没有粮食，大米、面粉，空间里面都还有很多。要不我从2024带一头小猪过来，以后他吃糠，我腌菜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就在此时，王春梅来到阳光树身边。阳光树，大妹他们3个睡着了。春梅，怎么大半夜的，你还想把他们叫起来踢毽子？王春梅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这阳光树是真的听不懂，还是装听不懂啊？春梅，我阳光树知道你的意思，到时候等我们建好新房子，我把你明媒正娶，我们再同房好不好？翌日醒来，王春梅看着熟睡着的阳光树，心里很是甜蜜。光树哥，醒了没有？快点起床，我们去看到兔子没有？阳光树，醒醒，外面有人叫你。光国，你们怎么都起来这么早？一个个的没瞌睡是不是？光树哥，我们几个都没有媳妇儿，精力旺盛，所以才起得这么早。你们几个给我滚蛋！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拿着打火机睡了一晚上？
之后几个来到后山，各自跑去看自己昨晚下的套子。阳光树跟着阳光贵这个老师傅，光树兄弟，今天老哥我肯定会套到兔子。我从5岁就开始和我老爹上山套野兔，经验丰富。可来到第一个套子陷阱，阳光贵就尴尬了。别说套到野兔，连一只耗子都没有套到。光树兄弟，估计是野兔没有路过这里，毕竟这小山坡到处都是小路，这里没有套到它，其他地方肯定会有。连续看了7、8个筒子都没有套到野兔，我套到野兔了，我套到野兔了。一只估计5、6斤的兔子被杨老弟牢牢提在手里，几个人中就杨老弟这幸运儿套到一只野兔。光树哥，不是我吹牛逼，我昨晚就知道一定会有野兔从那里路过。别看我杨老弟年纪轻，但是我经验丰富啊！我一看那条小路，草都被野兔踩平了，肯定是经常一大群野兔走的。别说阳光树这门外汉都觉得这杨老弟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来，老弟，哥哥给你点上。阳光树亲自给杨老弟点上香烟，杨老弟飘得更厉害了。哎，早知道昨晚把套子全部下在这条路上，不说10个套子都中，最少也要套中7、8只野兔。众人立马加快脚步，远离这家伙。越说越离谱了。等进入大队的时候，光树哥，这只野兔我用来抵打火机的钱，下次抓到了再给你一只。阳光树也没客气，直接接了过来。老弟，是不是有些舍不得？那没事，晚上过来一起吃。这第一只野兔我就不拿去卖了，我们几兄弟一起打个牙祭。几人都很欣喜，有肉吃谁不稀罕？况且晚上阳光树肯定还拿出酒来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东西。等阳光树回到家里，3个孩子看着阳光树提着一只大野兔回来，都高兴地围上来。爸爸，爸爸，这只兔兔好可爱呀！三妹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呀？我很喜欢兔兔。爸爸，兔兔这么可爱，一定很好吃吧？晚上，王春梅下工刚回来。春梅，今天你收工怎么这么晚啊？王春梅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怎么了，春梅？有人欺负你？不是的，阳光树，就是今天遇到婆婆，她说想和我们家借点钱。你自己有没有钱？你不清楚？我都拒绝了，说我们家没有钱。然后婆婆说，你不是卖野猪肉卖了几10块吗？她想和你借点钱给孙子上学买文具。阳光树虽然对这老太太没好感，但是不得不佩服她的长远眼光，还知道让自己孙子去上学。对了，春梅是去大平公社上学吗？不是啊，我们大队就有学校。什么？我们大队就有学校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光树哥，学校就在知青院里。那学费很贵吗？阳光树很是好奇，谁这么有远见，居然在大队里办学校？贵，肯定贵啊！学费和书本费加起来要1.7块呢。春梅，你婆婆一大家子1.7毛钱都没有，还要向我们家借钱？开始我以为是去大平公社上学哦。阳光树，我们不借给他们家就是了，主要是婆婆苦苦哀求我没办法，只能给你说一下，做做样子。光树，他们家有没有钱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家有好几只老母鸡，还有1头小猪呢。光贵哥，你对他家的财产很了解啊。阳光国，你家有什么东西我都知道，整个大队谁不清楚谁家？你们几个大男人围在我和春梅身边干嘛？有这么八卦吗？还不快点去处理野兔！5个人也是才反应过来，不知不觉就被八卦迷了魂。阳光树，你不会真的要让他们上学吧？怎么，春梅，你不想他们上学？大妹才7岁，这么小上什么学？春梅，不是大妹她一个，是3个孩子，我都要送去上学。三妹才4岁，她能学到什么？里面1年级的孩子都是10来岁的，13、14岁的都有。光树哥，那学有什么好上的？我不去上学都会写字，费老师教的太简单了。怎么，杨长平你是天才，一看就会？这有什么不会的？费老师教的时候，我在教室外面看一下就会了。这时阳光贵手里提着野兔，就想给兔子放血。阳光树急忙阻止。光贵哥，你干嘛？给野兔剥皮啊！这阳光树是不是以前就住在大城市，没吃过野兔，甚至连怎么杀兔子都不知道？剥皮干嘛？你嫌肉多啊？烧开水烫皮呀，这样不是最少可以多半斤肉？真是服了这些人，还说从小打猎，连怎么做好吃、怎么吃野兔都不知道，又不卖兔子皮毛，你剥它皮干嘛？昌平，把水烧起来。光辉，你们2兄弟去门口再烧一堆火。光国，你去找点花椒来。2个小时后，大家看着桌上辣椒爆炒的野兔肉，纷纷都咽着口水。光树哥，你家以前是不是宫里面的御厨？御厨个屁！要是你们这帮家伙知道有个东西叫抖音视频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院子里入秋的晚风很是凉爽，大家喝着酒，吃着带皮野兔肉，那生活简直美滋滋。春梅，等明天天亮，趁着大队长还没有去上工，我想找他给孩子们把名字改改。好好的改名字干嘛？
大妹他们都有名字呀，还改名字干嘛？大妹他们的名字不是你和他们爸爸起的吧？阳光树，你这都猜得到，你很聪明呀。到时候我们的宝宝肯定也和你一样聪明。这王春梅怎么一天就想着生孩子啊？大妹他们的名字是他们奶奶起的，本来我们想自己起，但是孩子他奶奶说这样好养活。那他怎么不给他几个儿子起名字，叫杨大仔、杨二仔、杨三仔？你这人，这名字多难听呀！第二天天刚亮，杨光树就来到大队长家。海大队长，天都亮了还不起床，也不知道早起，起个带头作用。你小子在我家门口嘀嘀咕咕干嘛？看来真的不能背后说别人坏话，要不然说着说着，别人就会出现在你身后。通友说，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，我想给大妹他们3个孩子改个名字。当初我就劝过杨老太太，我说叫大妹、二妹这样子可以叫小名，上户口还是起一个正规一点的名字。可是这杨老太太死活不愿意。通友说，哪天你有时间，我来找你改改。可以，到时候你把他们名字起好，直接来找我就行。还有你，杨光树，我和几个太公商量一下，看你能不能入我们杨氏族谱。杨光树想问问族谱的事情，这时一个妇女着急忙慌的过来。大队长，我们家子豪被大猫伤了。郑月菊，你先别哭，告诉我文子豪伤势怎么样？我叫杨福生马上去救治。如果伤势太重，我们要马上送到大平公社去找大夫。大队长，孩子他爸去找杨福生了，孩子全身是血。说完又呜呜的哭起来。大队长看得很是心烦。老婆子，你先起来陪着郑月菊，我先去他家看看情况。杨通友说完，急匆匆地向着文子豪家赶去。文子豪，你能说话吗？队长爷爷，我能说话。你是怎么被老虎所伤的？是他跑进家里来了吗？队长爷爷，早上我起来撒尿，听到猪圈里的大肥猪在惨叫，我就看到一只老虎在咬我家大肥猪，我正准备跑，谁知道老虎嘴里咬着我家大肥猪，一个飞跃就从猪圈跳出来，一只爪子还落到了我肩膀上。之后杨光树回到家里。杨光树，大队长同意改名字了吗？答应了，到时候有时间我去他家弄一下就成。春梅，你嘱咐3个孩子，以后天黑了不要在大队里瞎逛，这段时间很危险，老虎进村了，文子豪都被老虎所伤，现在都还躺在床上。老虎又下山了，这次还伤人了。春梅，以前老虎就下山进村来过？是的，去年老虎就下山来过，还把集体养的猪叼走了一头。今天凌晨天快亮的时候，文子豪家大肥猪也被叼走了。他家猪都快养1年了，听说都有150斤左右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养了快1年才150斤？因为在70年代猎老虎是不犯法的，于是男人为了吸引老虎下山，先是将2头猪捆在树上，然后自己躲在草丛中，可一直等到半夜，却没见到老虎的踪迹。就在此时，你们快看，山上有好多发绿光的东西，那应该是灵火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会动，他们下山来了。狼来了，你们把枪拿好。一双双冒着绿光的狼围绕在2只家猪周围。这可是诱饵，不能让狼吃掉了。我和光贵哥打左边的狼，你们2个打右边的狼，尽量不要打到家猪。我数到3的时候就开枪，1、2、3。几人同时扣动扳机，砰砰砰几声枪响，瞬间倒下去好几只狼。留些子弹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是不是？其余的狼跑得远不止，嗷呜嗷呜的叫个不停。原来男人村里前几天发生了老虎伤人的事件，于是大队长召集了这6个壮汉上山打虎，可一连几天都没找到老虎的踪迹，所以杨光树才想到用家猪当诱饵，但是老虎没吸引过来，却把狼给招来了，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杨昌平看着其余狼群跑远，马上跑到被打倒的几只狼身边，跪倒在地，随后大声痛哭起来。杨昌平，这狼是你爹还是你娘？你哭得这么伤心？就你话多。哥，你打我干嘛？随即杨老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马上闭上了嘴巴。杨昌平今晚也算是为了他老爸报仇了。几人也没有上前安慰，大仇得报，就让杨昌平哭个痛快。在杨光树他们看不到的山顶，有只动物嗅了嗅空气，然后快速地向着山下跃去。光树哥，我去数数打了几只狼，看我们是不是又要发财了。杨老弟还没有走到几只狼身边，就看到从山上冲下来2只眼睛发着光的动物。杨昌平，快点回来，有狼王！杨昌平正听到杨老弟的喊声，第一时间并没有逃跑，而是拿起56式半自动步枪。老爸，我今天就给你杀只狼王来陪你。老虎一个踉跄从空中掉下来，刚好落在杨昌平身边。可老虎没有撕咬身边的杨昌平，
而是扑向阳光树。阳光树连忙对着空中的老虎胡乱开了几枪，老虎又身中几枪，但还是扑向阳光树。嘿！特么的，你们几个死了没有？还在那里想抽烟？能不能先帮我找点蒿菜来止止血？光树哥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上去哭半天，你也不会受伤。哭个屁呀！哭！快点给我敷上！几人手忙脚乱的给阳光树敷上了草药。光国，你快点回去通知你老爸，叫人过来抬老虎。阳光国跑到家里，店老店，我们打死老虎了。好好好，你们几个有出息，也算是为了大队除了一大害。爸，光树哥受伤了。什么？阳光树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很严重，全身是血，现在都还趴在黄豆地里。这怕不是要去了吧？你先去通知杨福生，让他带着药箱去看看。爸，我们还打了好几只狼，记得多叫一些人去抬。哼，这龟儿子早不说打到狼，这肯定还有狼群在附近，他们几个人还在山脚下，这多危险啊！阳光钱阳光财，你们两兄弟还在给老子睡觉，还不快点起来去通知人？老婆子，你快点去通知王春梅，她男人出事了。听说打到老虎了，这几个小子还真厉害，还是有些本事的。上次光树哥他们打到野猪王，我就知道他们很厉害。哼，陈小虎，你个小子懂什么？没有枪他们厉害个屁！陈小虎还想说什么，被他哥拉了一下。哥，你拉我干嘛？光树哥他们打老虎除害，这杨光荣凭什么这样说他们？他们有仇，你和他争论个屁啊！哥，上次我们都说要换打火机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抓黄鳝、抓甲鱼啊？这几天哪里有力气去抓黄鳝？下工回家，喝完野菜稀饭，我都不敢乱动，它消化得快。希望快点秋收，等我吃顿饱饭就去抓。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事了吧？没错，就是终于把老虎这畜生打死了，以后大家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大家纷纷叫好，一家人晚上都拉在家里，熏都熏死人。今晚不仅打了老虎，还打了狼，现在他们在后山很危险，大家快点去救援！大家去点上火把，拿上刀棍。阳光树已经被老虎伤了，现在都还躺在地里。春梅，春梅，快开门，我是你贵琴婶子。婶子，有什么事吗？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阳光树千万不要出事。春梅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家阳光树被老虎抓伤了，现在还躺在地里面，你快点去看看，估计快不行了。在70年代的农村，不仅会有野猪下山采大庄稼，还会有老虎到猪圈把村民辛苦养大的肥猪给叼走。可现在野猪和老虎都被这个男人给消灭了，但男人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靠近。光树哥，这狼怎么叫声越来越多？估计是他们家人被打死了，在哭丧吧。一群狼靠近。光树哥，这狼声音怎么越来越近？他们是不是又要下山来了？好像是真的越来越近了。光贵哥，我箱里还有几发子弹，你用我的枪。几人虽然很害怕，但是都没有丢下阳光树逃跑。你们扶我起来。光树哥，你就躺着吧，我们保护你。滚蛋！我只是受伤，不是死了，还能站起来。之后，阳光树一只手提着斧头，一只手拿阳光国的枪当拐杖用。这时，10几只狼已经把阳光树几人给包围了起来。光贵哥，等下有狼进攻，你瞄准他，就直接给他一枪。光树兄弟，你放心，就是打死一只，先吓唬住他们，这个我知道。下一秒，真的有一只狼快速地向着众人扑来，阳光贵毫不犹豫的就是一枪，刚跃起的狼就从空中掉下，其余的狼群受到惊吓，又迅速地退了回去。可没过多久，又有2、3只狼蠢蠢欲动。这些狼太聪明了，居然知道不断的试探。这次狼学聪明了，准备从3个方向进攻。光树兄弟，枪里还有几颗子弹？不知道，刚才又打狼又打老虎的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估计只剩1颗，也许有2颗，有4、5颗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已经没有了子弹。特么的，阳光树，你想害死老子是不是？这枪没有了子弹，和烧火棍有什么区别？光贵哥，你最好把刺刀装好，没子弹你还可以捅他一刀。杨昌平，你小子今晚不去给那几只死狼哭丧，我们几兄弟会落到这种地步。杨昌平沉默不语，只想着等下要死的话，就先死在几人前面。就在此时，远处有零星点点火光冒出。光树哥，阳光国他们过来了。杨老弟突然一嗓子，不仅阳光树几人吓得一哆嗦，连狼群都有些变动。3只准备进攻的狼吓得直接扑向几人。嘿，欺负老子是伤员是吧？你们这些畜生来啊！狼群见状往后退了一点，这时火光越来越近。光树哥，我们来了。恰好这个时候，山上传来一声嗷呜声，狼群才不甘的快速撤离了。之后，阳光树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光树哥，你还好吗？福生哥来了。
杨福生稍微检查了一下阳光树的伤口，又用纱布包扎一遍。阳光树，你这伤口有些深，还这么长，不处理好的话，估计要流脓。福生哥，要怎么处理？不会是要拿酒精给我清洗一遍吧？那种疼痛感可比死了还难受。也不用处理，我给你打一针消炎针就可以了。大哥，你还是给我拿酒精清洗算了，这年代打针我可不敢打，别一针给我打瘫痪或者打聋掉。福生哥，还是不用打针了，我能扛得住，就用草药包扎就好。那你以后流脓了，不要怪我没有给你打消炎针。这时，张桂琴带着王春梅来到山下。春梅，他们就在前面黄豆地里，我们快点过去。桂琴婶子，扶我一下，我没力气走路了。王春梅这可怜的女人，才几年就死了2个男人，可这阳光树才来多久啊？会不会王春梅是真的克夫啊？要不然怎么会找一个死一个？王春梅跌跌撞撞来到黄豆地里，看着阳光树躺在地上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阳光树，你怎么狠心丢下我，就这样走了？你还说建新房子之后就娶我，你给我起来啊！王春梅哭得梨花带雨，阳光树听到王春梅的哭声和话语，就想大骂这娘们一顿，可是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随后王春梅一只手还拍打着阳光树。阳光树，你怎么这么狠心丢下我和3个孩子啊？王春梅，你再打我，我就真的要死了。阳光树，你没有死。阳光树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丢下我走了。好了，让我休息一下，我还死不了，就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。你挨着我这么近，还大声痛哭，我耳朵都要炸了。我不哭。之后大家把老虎和狼抬下了山，回到大队场坝后，大家趁着老虎和狼还尚有余温，没有发臭，赶快给它处理掉。这次分配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大队集体一半，剩下的你们几人分。光贵哥，我和你们5人商量一下，今晚我们拿出1只狼出来，加上10只狼的内脏，请大家明天早上吃个早饭。毕竟他们今晚救了我们几人，你们放心，我会补钱给你们。阳光树，你说的这是什么？呵，就你大方，就你知恩图报是不是？我们就是白眼狼。就是啊，光树哥，一人才几斤肉，没几个钱，我们又不是舍不得，谁还要你的钱？阳光树很是感动，这些人是生死兄弟不说，还不斤斤计较，那以后自己一定少坑他们一点。春梅，你去看一下老虎，是公的还是母的？王春梅脸色就红。光树哥，我去帮你看。杨老弟一阵淫笑，跑去看公母。光树哥，我看了，是公的。光国，你去把你爹叫来。之后大队长走了过来。阳光树，有什么事吗？通友说，我想买下光国几人的虎骨，还有虎鞭，请你来做个见证。因为按照大队规矩，内脏和骨头这些都是几人的，不过以前也猪骨头不值钱，大家也没计较。光树哥，你要就给你，我们要这些玩意儿干嘛？你小子好歹拿1小节虎鞭回来，给我泡酒也可以啊！你不知道，你老爹我年纪大了。通友说，我给他们1人20块钱作为补偿，希望各位兄弟不要嫌少。大队长几人都被震惊到，没想到阳光树给这么多钱。要知道，现在大米才卖1毛3一斤。阳光树这给的太多了，给个1、2块钱差不多了。上次卖野猪肉的钱，我都拿得很惭愧。不要说了，给你们就拿着，这钱不是我出，是我朋友出的，你们不要白不要。后面阳光树就回到家里躺着了，整个大队的人都在场坝大吃大喝。这时，韩龙带着韩三来到小平大队。村里每多一个男人用打火机，医生就要多开1包治肾虚的药，甚至第2天上工的人数都要减半。但即使如此，生产队队长也要在男人门前排队购买，而且还是用10几只野兔和甲鱼来换。可男人却把这些打火机随意丢在地上，就像是堆垃圾。这么好的美女打火机，你就随便乱扔，你小子真是暴殄天物啊！阳光树却只看向韩龙手里的茅台酒票，倒卖茅台酒票可比打火机划算。韩哥，上次拜托你帮我收来的茅台酒票怎么样了？杨兄弟，这第1次只帮你搞了15张茅台酒票，这东西毕竟稀少。下次你们搞到茅台酒，也可以直接给我送来，我给你们16块钱1瓶。茅台酒要8块钱，酒票自己5块收来，这样还可以赚3块，太划算了。杨兄弟，你可要说话算数，你也知道茅台酒本钱大，你不要让我亏光裤衩子。票给我！这阳光树真他妈有钱！韩龙兄弟，你们也可以帮我收一些清朝以前的坛坛罐罐、碗盘、花瓶、家具也要。杨兄弟，听哥哥一句劝，不要买那些破烂玩意儿，浪费钱。我朋友喜欢这些东西。成，那我都帮你这么多了，打火机能不能便宜卖我几个？
阳光树直接送了他几只，之后几人都满意离开。原来男人觉醒了空间系统，可以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越，通过倒卖2个时空的物资谋取暴利。打火机上的性感美女图和点火功能，让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奢侈品。这时，阳光树感觉到后背伤口疼得要命，不行，得回2024去打吊针，不然就算不感染也要痛死了。阳光树立即启动空间回到水库，正巧被钓鱼的吴兴国撞见。杨兄弟，你这是被人砍的？是打野猪的时候弄的，你看我都差点丢掉了小命。卖你们的野味不贵吧？不贵，你下次搞来我给你加钱，先送你去医院吧。在诊所里打了破伤风，缝了针，阳光树感觉身体恢复了许多。他看着门口路过的狗，突然问起：吴哥，你知道有谁养有猎犬吗？我想买2条。还真有，等下我带你去看看。吴哥，你朋友养的是什么品种的猎犬？听他说是夏斯犬。之后2人便来到了一个养狗场。兴国，刚才你说你朋友要买狗，就是这位兄弟吧？去看看夏斯犬吧。杨老板好眼光，这可是世界前3猎犬，特别是在大山里，这狗最厉害。这些狗都把它们关在狗场，它们还会捕猎吗？杨老板，你随便挑一只大的，我叫他给你示范一下。就它吧。一只兔子刚放出来，在农场里狂奔，夏斯犬一个来回就叼着兔子回到主人面前。方哥，这条夏斯犬怎么卖？你是兴国介绍来的，我不要你多，这条纯种的夏斯犬，你给2万8就行了。方哥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？杨老弟，像这种纯种的猎犬，最少都是在3万6左右，我不骗你，你自己去打听打听。以前纯种的藏獒猎犬，那价格你应该也看过新闻，几百上千万都有。好，这条我要了。既然诚心要买，阳光树也懒得讨价还价。方哥，我想再买2条小夏斯犬，你帮我挑挑。之后，阳光树把3只狗收入空间，又买了高粱酒和小酒坛，接着又在网上下单了飞天茅台，用来泡虎鞭酒，最后再买了些狩猎架。做完这些，他回到70年代。王春没下工回来，就看着阳光树在蹲在门口逗着2只小狗。阳光树，你身子有伤，你还是趴在床上休息好一点。没事，春梅，我好多了。爸爸，这小狗是你买的吗？不是，朋友送的。你们喜欢吗？3妹抱着小狗，脸贴着小狗的脑袋，大妹也急忙抱着一只。爸爸，我没有小狗啦。还有一只小白，快点过来。爸爸，我不要大狗，我要小狗狗。早知道买3只小狗了。又多了3张嘴巴，这怎么养得起啊？王春梅做完饭，一家人正在吃饭，门口突然走进几个人。光树哥，你居然可以起来吃饭了？天天吃狼肉和老虎肉，所以才好得快。你们几个要不要喝点啊？不用了，光树哥，留着下次喝，要不然到时候抓到野兔没酒了怎么办？阳光树几口扒完饭，拿出新买的狩猎架，走，今晚套野兔去。男人打猎不埋套也不挖坑，而是拿着一把铁丝圈随便扔，甚至第2天就能拉着一车的猎物回家。这操作把同行都惊呆了，看着他的猎物，嘴角直流哈喇子。光树哥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也不像是麻绳啊，居然还是铁的。不但有野兔，还有10几斤重的起子，这不得卖好几块钱？光果，你想不想要这套子？想要。光树哥，你是不是要卖给我几个铁丝头啊？光果，套子我可以送你20个、30个都没事，但是套的野兔，我们2个平分怎么样？这我也赚翻了，那肯定愿意。你套子不给我自己来下，套到野兔全部都是你的，我帮你下套子还可以分一半，这多划算啊！光树兄弟，还有多余的铁丝吗？我们也想要。有，你们全部都有份。兄弟们要勤快来下套子，野兔也可以卖给我，赚到钱了好娶媳妇儿。所有人都感激阳光树狗兄弟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在给他打工了。那阳光树原本是现代人，觉醒空间系统后，他可以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越，通过倒卖2个时空的物资谋取暴利。而在遍地是宝的70年代，他只要在空间拿了一些铁套子，就可以得到在现代炒出天价的山珍野味，还能收获一堆小迷弟。众人拿着阳光树的铁圈，跟着他下山。光树兄弟，我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我明天要去相亲，我不知道怎么和女人说话相处，只能向你请教。光贵哥，那女子多大？是什么情况？你要说清楚，我才能给你出谋划策。我和你情况一样，也是找的一个小寡妇，还带着孩子。你给老子滚蛋！我和你情况不一样，我他妈不是找的小寡妇，是小寡妇找的我好不好？这可不能混为一谈，搞得我像找不到老婆，只能找小寡妇似的。是，我们不一样。光树，能和我说说怎么才能讨女孩子喜欢呢？光贵哥，你就说能让他和孩子吃饱饭，能让他孩子可以去上学。
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，还供孩子上学，这是要把自己累死的节奏啊！光贵哥，你饭都不给别人吃饱，也不愿意照顾别人孩子，那个傻子会跟你。光贵哥，明天加油！谢谢兄弟，明天我尽量。说话间，几人已下山各自回家。爸爸，今晚有这么多兔兔，我又有肉吃了。三妹乖，晚上爸爸烧给你吃。爸爸烧，妈妈做的没你做的好吃。哼，你可真的是个小白眼狼，一顿饭菜就把你收买了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吃完烤肉，转眼就到了第二天。阳光树正要去上工，杨春兰就跑了过来。光树哥，刚才我三姑妈来我家里说，我哥被打了，现在人还被扣在大葱大队。春兰，你不要哭，你哥不是去相亲了吗？怎么还被别人打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听到三姑妈说我哥被打，我就马上跑过来找你。先去你家找你三姑妈问清楚，我们再去把你哥救回来。春兰，你不用回去，你去把你光国哥几人叫来。阳光树来到阳光贵家，说：“神。”阳光贵的父母已经是满头银发，三姑妈正在喝稀饭。三姑妈，你给我说说，这光贵哥怎么会被别人打了？嫁到大葱大队的三姑妈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阳光树明白了事情缘由。原来阳光贵去相亲的这个小寡妇叫刘小燕，也是大葱大队的人。嫁去江家后，男人死了，江家老二就想把嫂子娶了当媳妇。江国相好吃懒做，只是想找个女人暖床，根本不会顾及他和孩子的死活。刘小燕100个不情愿，但江国相不放他走，还把来相亲的阳光贵揍了一顿。阳光贵一怒之下还手，但江国相老爹却把几个侄儿叫过来，把阳光贵狠狠打了一顿，还把他送到大队里扣押。树哥，阳光国几人到来，后面还有阳光贵的几个堂兄弟。人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大葱大队把光贵哥接回来。女人每次圆房都会往棉裤里塞铁钉，再用麻绳将裤带绑紧，甚至把腰勒到青子见血才松手，然后把女儿送到林子里，叮嘱她今晚千万别回家。最后回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，藏在衣服下才回到房间。这女人克死了你哥，让他给你暖床，都是抬举他了，竟然还想跟着别村的人跑。江老弟，你今晚要好好教训这婆娘。刘叔放心，来提亲的那个小子已经被绑着跪在地上了。这时院子外的传来嘈杂脚步声，两人往外一看，一群人正在向阳光柜靠近。牛哥，快去找我的堂哥和大队长来，就说小平大队的人又来抢女人闹事了。女人探出头来，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地上的阳光柜。原来她是个被小叔觊觎的寡妇，婆婆和老公都去世了，家里爷叔俩都把她当牲口使唤。好不容易有个男人来提亲，却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她原本都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，见此又跟着来到院外的空地。阳光树等人来到大冲大队，就见阳光柜被压跪在地上。哥，阳光树伸手解开阳光柜身上的绳子。你他妈谁？居然敢解绳子！聒噪！你们找死！都给老子住手！大冲大队队长刘三根看着打成一团的两帮人，开枪警示，众人才停了下来。老子叫你们住手！你们听不见是不是？你们是哪个大队的？三根，他们都是小平大队的。哼，意思是你娘家那边的。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这么嚣张，居然敢打上我们大冲大队来。阳光贵走向一旁的刘小燕。刘小燕，你今天愿意跟着我回小平大队吗？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打伤我们大队的人，还想一走了之。三根叔，他们打伤我们大队的人，要叫他们赔钱，还要把他们都抓到公社去。你叫阳光贵是吧？来我们大队抢女人不说，还打伤这么多人，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。阳光树走到阳光贵身边，看着刘小燕。刘小燕，你愿意带着孩子跟着我光贵哥去小平大队吗？我愿意。年轻人，你当我不存在吗？你谁啊你？我光贵哥被打的时候，被压在场坝跪着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还当你不存在？老子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过。年轻人，你不要嚣张跋扈。笑话，不嚣张跋扈还叫年轻人？大队长，把他们都抓到公社去。好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刘三根是吧？这江国相是你爹还是你妈？叫你干嘛你就干嘛。阳光贵被打你不出现，江国相被打你就马上出来救他，你是他生的。刘三根，往这里打，不打你就是我生的。阳光树指着自己脑袋，刘三根把手放在扳机上。你还想抓我们去大平公社？有种现在我们就一起去，你们私殴打我们大队的人，还把他绑起来，你们大冲大队是土匪窝是不是？阳光树把枪推开，拉着刘三根
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大平公社评评理，我们大队的人就来相个亲，你们就把他打成这样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的仇结大了。你小子有种报上名来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刘三根，你这个江国香养的走狗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我江明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有种以后就叫人来小平大队打我啊！江明海是吧？老子记住你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家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阳光树。光树哥，你刚才太威风了，刘三根都快吓死了。吓死？老子才差点被吓死。刘三根这老东西，手指头都来回的动了好几下。光树哥，你小子好坏，居然报江明海的名字，到时候他被打了都不知道是为啥。光树兄弟，我想过段时间就把我和小燕的事情办了，你能叫你朋友帮我们从护士带2套衣服可以吗？可以，是一人1套衬衫加裤子吗？是的，光树兄弟。光贵哥，你耐心等几天，到时候一定给你搞来。大家回到小平大队，都各自去挣工分了。另外一边，江国相在家里请今天帮忙的兄弟喝酒。三哥，你去摇人了不知道，小平大队的人有多嚣张，打我们不说，还指着3根书骂。我听说了，特别是那个叫江明海的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们。三哥，听说你好多朋友都是大平公社和县城里面的，到时候叫他们来收拾他们。哼，就几个土鸡瓦狗，用得着杀鸡用牛刀？我刘老三马上就让他们尝尝苦头。第二天，江明海正在给家里寄封信，让他们拖自己一把。江明海又给家里寄信。江明海点点头，坐在门口。一天天游手好闲的刘老三听到江明海3个字愣住。我燕，这不会这么巧吧？等江明海出去，刘老三急忙进去问营业员：“同志，那位是小平大队的江明海？”“是呀，你也认识？”“你小子就是小平大队的江明海是不是？”“我是江明海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“我是你爹。”一脚把江明海踹了一个大跟斗。“你江明海不是牛逼，在大冲大队挣到脸面了吗？”阳光树说出去洗澡，实则悄悄来到小树林，进入空间，回到2024。他将狩猎家装入空间，又找了几卷鱼线、鱼钩，准备回77年去钓王八。这家伙很鬼精，不好抓。这么久，大队的人也没抓到过几只，看来还是要自己亲自出马。人还没有走，电话响了起来。杨兄弟，这几天能不能帮我搞1头野猪，还有王八、黄鳝？哥哥，我用来招待各省代理商。吴哥，王八和黄鳝有货，野猪的话，我这几天亲自去帮你搞。杨兄弟，你不用亲自去冒险，你叫别人搞就好了，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放心吧，吴哥，这次有家伙。半夜，王春梅悄悄靠过来。阳光树，你少大手大脚，我们存钱建房子好不好？春梅，其实我觉得住在这个小小的茅草屋里真的很幸福，很温暖。要不我们过个10年8年再建房子？阳光树，就你喜欢欺负我，我不理你了。王春梅说完，小拳头捶打着阳光树胸口。疼吗？就你这小拳头，给我挠痒痒都嫌弃力气不够。春梅，我们秋收之后就建房子，到时候给3个孩子一人建一间，女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房间，到时候也给你建一间好不好？才不要呢，我就要和你住一间。第二天上完工，阳光树拿着空间里的鱼钩，准备着手抓王八。他喊来几人：“光贵哥，你们几个晚上放完套子，是去下黄鳝，还是陪我去钓王八？”光树兄弟，这王八哪里有这么好钓？我们以前经常钓，好几天都钓不到一只。况且哥哥，我准备在9月1号之前把事情办了，想多加点黄鳝卖给你换钱。光贵哥，日子看好了？看好了，8月29号那天刚好是农历7月15，月亮满月之日。我也想和刘小燕2人幸福满满。鬼节成婚是不是不太好？算了，也许刘小燕就是想在这一天和亡夫告别。光树哥，我今晚陪你去钓王八。现在黄鳝越来越少，也不好加了。阳光树带着其他人走到大河边，随便找来一小根竹子，把自己带来的鱼线鱼钩绑上。阳光国几人看着阳光树的鱼竿，都笑得不行。光树哥，你这鱼竿也太丑了吧，和赶牛的小竹鞭子有什么区别？你们几个懂个屁，管它金杆银杆，钓到鱼就是好感。几人凑近，才发现阳光树的鱼线在反光。光树哥，你的鱼线怎么不是麻绳？亮晶晶的是什么线？光树哥，你的鱼线怎么不是麻绳？亮晶晶的是什么线？哼，不知道，朋友给我的。朋友多就是好，什么锅都能丢过去。阳光国拿着小锄头到处挖金鱼，阳光树把饵料拿出来，拌水捏成一团。几人蚯蚓还没有挖到多少，阳光树就钓了一条半斤左右的鲤鱼。卧槽，光树哥，你动作怎么这么快？都钓上来了一条鲤鱼。
几人猜测阳光树是早就准备好了蚯蚓。杨老弟，快点把你水桶拿过来。杨老弟提桶过去，看见阳光树发红的饵料，也没有在意。阳光树鲤鱼鲫鱼连抽了好几条，都没有钓到一只甲鱼。难道买到了假货？这不是浪费我饵料和时间吗？我不想钓你们啊！这年代的鱼都这么馋吗？甲鱼饵料你们也吃？阳光树这边嫌弃，另外几人羡慕的要死。几人都疑惑，难道麻绳真的这么不好钓鱼？几人只能更勤快地换蚯蚓。这几人不是来钓鱼，是来喂鱼。不过我今天也是栽头了。正在阳光树不抱希望时，鱼竿动了几下，一个不注意，鱼竿直接被拖进了河里。光树哥要不要下去？这鱼估计好几斤呢。光树哥，我下去给你捞鱼竿，这里河水不急，就凭我浪里小白龙杨老弟，还不是轻轻松松拿捏。阳光飞向水，把鱼竿拖到岸边，迅速收线。光树哥，居然是一只大王八！你才是大王八！阳光树也没有想到，这次钓到的居然是一只大王八，估计有个11、12斤左右。阳光树把王八收好，又捏了点饵料挂在鱼钩上。光树哥，你今天钓鱼用的就是这东西，怪不得你今天钓了这么多鱼。你有好东西，怎么不给我们用一下啊？你们又没问，我以为你们不要呢。几人也不问阳光树同不同意，一人扣了一坨，扭头就走。鱼儿果然抢着上钩。哎呀，光国，你这条估计有2、3斤吧？杨老弟，你也钓了一条大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几人都是笑眯眯的。阳光树手里的甲鱼加杂鱼，估计都有30斤。几人分路走时，阳光树喊住阳光国：“光国，等下我去找你爸有点事。”好，我和他说一下，免得他出去找别人聊天打屁去了。你来了又看不到他人。阳光树就来到他家。通友叔，我明天进大山去搞只野猪，你能不能劈一把枪给我防身？通友叔，我明天进大山去搞只野猪，你能不能劈一把枪给我防身？阳光树，不是叔说你伤都没有好全，现在又往山里跑。通友叔，我就是想到大山外围去下些套子，秋收之后想建几间房子。我知道这套子，你小子是不是想去套几子？那鬼东西天天晚上鬼叫。是的，通友叔，上次我和光果他们在黄豆地边上都套到一只10几斤的麂子。阳光树，低调一点，我怕别人眼红你，到时候去举报你投机倒把。通友叔不用担心，现在连大白天都有人摆摊卖东西，以后估计会逐渐放开。那我给你小子劈一把枪，再多给你10发子弹，再次遇到狼群，你也多几分活命的机会。谢谢叔。阳光树背着枪带着狗走向大山。小白，有危险你一定要示警啊，不要我们2个都死在这了。一人一狗慢慢深入大山。阳光树走到一处溪边，抱着枪小心前进。很快看见10多只野猪在下面的水潭里滚水。卧槽，这么多头野猪，我今天发财了。大野猪额头上洞穿一个血洞，当场倒入河中，野猪群顿时四处逃散。一打一个准，这他妈太爽了。这时小白突然叫个不停，疯了般一下子跳入水潭中。难道是有危险吗？这深10几米，跳下去不会摔死吧？算了，相信小白吧。阳光树纵身跳下，就在这时，阳光树原本站立的地方传来火铳的枪声。好险，这要是不跳下来，还不被打成马蜂窝啊！这小白没有白买。接着潜水到岸边，一个翻滚躲到岸边的石头后面。阳光树对着小白狂叫的方向开枪，等了半天没有动静，正想出去，又是一枪火铳打来。这家伙胆子真大，一只火铳居然敢和自己对狙。阳光树对着生远处又是一枪。老子和你有仇是不是？我阳光树是杀你爹还是杀你妈了？一定要置我于死地！阳光树迟迟不见动静，抱着枪带着小白悄悄爬到山坡上来，看了几圈鬼影子都没见不到。他妈的，不管你是谁，这次敢偷袭我，老子一定会把你找出来大卸8块。阳光树回到水潭边，将野猪收入空间，留了一头估计400多斤的大野猪在水里，就当是给大队的交代。小白，你回去叫人来搬猪。算了，你在这里看着他，我回去叫人。阳光树回到大队。阳光树，你回来了，你家小白没有跟着你一起回来？打到了一头大野猪，我叫他在山上守着呢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每次出门打猎你都必有收获。没办法，后山野猪太多了，随便逛逛就能打到。阳光树这么一说，引来无数人眼红。哼，便宜不能都被他一个人占了，下次我也要去打只野猪回来。阳光海、阳光荣，你们以前还怕豺狼虎豹，可阳光树都打了这么多次野兽，也没有被吃掉，你们也要去？我就吹牛，你们还当真了？通友说，
我今天打到一头大野猪，估计有400多斤。阳光树，你小子可以呀，每次都有收获。要不以后你不用上工，天天上山打猎算了，我每天给你10个工分。千万别同有输，山上太危险了，偶尔一次还可以，天天去我怕遇到狼群。我去叫10几个人陪着你去把大野猪抬回来。光树哥，你是在哪里打到的野猪？你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吧？还有你今天去打猎，怎么不叫上我们啊？我怎么会知道要打到野猪？天天叫你们不上工啊？你以为你们都像我一样，在家是老大，一切都是我说了算？我也要成家，好好给我套野兔子，挣老婆呗。几人走到水潭边，小白。阳光树根据小白的声音，很快找到大野猪，几人合力才能把他抬下山。回到村内，一帮人围着他们张望。大妹，你爸爸太厉害了，又打到了大野猪。嘿嘿，那当然。春梅，你家阳光树打野猪这么厉害，那你们2口子什么时候要个小孩呀？阳光树说，等建房子之后再说。大家听到这话，更加羡慕的不行。这才多久，王春梅娘几个穿着新衣服新鞋不说，现在又要新建房子，她这老公死得好啊！大野猪豹子被抬到大队场吧，几个人就开始屠宰大野猪。光贵哥，你们自己处理野猪，我去大平公社给你们带点好酒来。晚上有酒喝，那你快点去啊！你还傻愣在这里干什么？阳光树来到大平公社，拿出上次收购的15张茅台酒票，十分神气地甩在柜台上。给我来15瓶大葵花茅台酒。切，没有。后面货架不是有好几瓶茅台酒吗？那不是你要的大葵花茅台酒，那是飘带小葵花茅台酒。还有，你先往边上站站，别挡住别人结账。那给我拿15瓶飘带小葵花茅台酒。没有。你刚才都说货架上的是飘带小葵花茅台酒，现在又对我说没有，你看我像瞎子吗？货架上的不就是飘带小葵花茅台酒吗？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我说没有15瓶飘带小葵花茅台酒，你要15瓶，肯定没有啊！你特么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一句话说清楚不行吗？那有多少飘带小葵花茅台酒？我全部要了，大前门给我来10包。营业员没好脸色的把东西给他，看阳光树离开后，扭头啐了一口唾沫，一看就是个败家的街溜子。阳光树拿着酒回到2024，先给上次卖高粱酒老板打了个电话过去。喂，老板，给我送300斤50几度的高粱酒送到吊场里。阳光树把小野猪、黄鳝、甲鱼丢到地上，接着给吴兴国打起电话。吴哥，你过来拿野猪吧，东西给你搞到了。没一会，吴兴国就开着车赶到吊场。杨兄弟，野猪呢？阳光树躺在躺椅上，随手指了指地上的30-40斤小野猪。杨兄弟，不是吧？这么小一头，我他妈还叫司机把送货的厂车都开过来了。吴哥，你也知道，这野猪数量稀少不说，在丛林里它跑得比高铁还快，能打到一头小野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次野猪虽然少了点，但是黄鳝多啊，还有一只10几斤的野生大甲鱼。太好了，说真的，这只甲鱼我都想留着自己吃。算了，代理商是衣食父母，这次就便宜他们了。吴哥，还有2瓶70年代的老酒，你要不要？杨兄弟，丑话说在前头，酒不好我不要，我这次上桌的酒最便宜的都是飞天。桌子上那2瓶就是，你看得上就给你，你看不上我就用来当黄酒烧菜用。吴兴国打开盒子，我操，小葵花茅台酒，杨兄弟，这次真得多谢你了，这2瓶酒哥哥要了。吴哥喜欢拿去就是了，2瓶酒而已。7、8万一瓶的1975年小葵花茅台酒随意送，以前觉得他斤斤计较，现在看来是自己错怪杨兄弟了。杨兄弟，你的心意哥哥心领了，这酒我按市场价给你就好，也不能让兄弟你吃亏，毕竟你也是花钱收来的。我好歹现在身价不菲，8块钱一瓶的茅台酒送得起。吴兴国和司机把东西装上车，阳光树听到转账声，懒洋洋拿出手机。嘿，这吴哥还挺大方的嘛，直接给了17000块钱。不对，阳光树揉了揉眼，坐起来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1、2、3， 17万。阳光树给吴兴国打个电话。喂，吴哥，你钱是不是转多了？杨兄弟，你那小葵花茅台酒就值7、8万一瓶，还是有市无价。老哥，我这次占大便宜了。小葵花也这么赚？阳光树赶紧把剩下几瓶茅台酒收好，随后来到小市场。他给阳光贵买了些仿70年代衣服鞋子，又买了一件红双喜字床单4件套，当是给兄弟的新婚礼物。这时阳光树看到一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，买一辆过去应该没事吧？老板，这28大杠怎么卖的？自行车老板走了出来，一番讨价后，他推着车回到77年。自行车后面绑着2坛高粱酒，
正在处理猪肉的众人纷纷看向他。光树，这是你买的28大杠，还是你朋友的？我今天刚买的，你们看这车帅不帅？大家听到是阳光树的单车，激动的不行。以后出门遇到其他大队的人，也有牛逼吹了。小平大队众人喝着猪杂汤，品着小酒。光树哥，今天这酒怎么这么香？你能帮我搞到这酒吗？可以，价格就给你8毛1斤，不要票。你也知道，供销社7毛1斤，还要酒票。光树兄弟，你野猪肉卖50斤给我，我这次要风光大曲，让刘小燕的娘家人知道我有能力，能给他们娘3个未来。这小子喝高了吧？又是衣服又是酒，现在还要肉，别取个经欠一屁股债。不过正好给你点压力，以后该加把劲给我套兔子。50斤不够吧？就咱们大队就有多少人？别人一家人过来吃喜酒，你还能赶他们回去？那100斤，直接给你150斤，我自己留50斤吃就好。呵，那就150斤野猪肉，还有你那一坛高粱酒，哥哥我全部要了。杨光贵，你排场摆这么大，以后我们结婚还怎么搞？几人互相扯皮，喝到半夜才肯回个家。次日醒来，杨光贵走出房间，看见刘小燕、父母、妹妹在腌制野猪肉。昨天好像和阳光树买了150斤野猪肉，还有30斤高粱酒。我天，这得多少钱？我就是不吃不喝，也得干2年吧。杨光贵崩溃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时间转眼到了农历7月14号，杨光树带着杨光贵2口子携父上门。光树兄弟，这衬衫真的是好看，要多少钱？衣服裤子给你们算8块一件，嫂子的皮鞋7块2毛钱，你的7元6角5分，这可是正宗的765皮鞋。光树兄弟，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？我们家先给你一部分钱，剩下的等我套野兔加黄鳝给你抵债，可以不？杨光树等的就是这一句话，不过还得再给他上点压力。行，不过光贵哥，你现在酒肉衣服加起来可是一共欠我145块8毛5分钱。不是我说，现在田里的兔子少了，你就不能多走几步路，去远一点的地方下套子吗？以前确实懒得走，今后不走也是不行了。光树兄弟，和你商量一下，你那单车明天能借给我1天不？我想用来去小燕家接亲。没事，等下我就给你推来。刘小燕晚上就回到了娘家，等着明天杨光贵来接亲。第二天，杨光贵穿着白衬衫加上发亮的765皮鞋，推着28大杠走在前面，身后跟着杨光树和几个年轻人，大家抬着50斤野猪肉、10斤高粱酒，还有鸡鸭大米。这彩礼不说在乡下大队，就算在整个大庭公社，也算是富裕人家的大手笔。队伍正走向刘小燕娘家，刘老三却带着20-30个大队小年轻拦在厂坝旁。兄弟们，敢打我们大冲大队的人，今天就要让这穷酸的新郎官见见血。刘老三见队伍靠近，掏出打火机，点上叼在嘴边一大早的香烟。其余小年轻也从整齐划一，从裤兜里面摸出火柴点烟。这无形的气势吓得小平大队好多个小伙子后退了好几步。可这时只见杨光树拿出香烟，挨个发了一支，随后掏出打火机点上香烟，后边有火机的人都给边上的人点上香烟。刘老三夹住香烟的手停顿在半空。这小平大队现在这么富裕，这打火机要3块钱一个，况且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，这可是从鬼子那运过来的外国货。刘老三被杨光树这边气势所镇住，心里火气腾腾的往上冒。他妈的，有打火机就了不起啊！哼，怕是你以为了不起吧？今天是我哥们的好日子，我不管你们今天是为了什么事，都给我让出一条道来。小逼崽子，在大冲大队还敢这么嚣张，你给老子报上名来！老子刘老三不打无名之辈。三哥，他就是江明海啊，你还教训过他？三哥，他就是那个江明海。他是江明海，那天打的也是江明海。那小平大队到底有几个江明海？你耳聋了是不是？叫你们让开！你叫个毛啊你叫！老子三哥被打了，大家上啊！这边在混战，另一边挑着东西的人都送着杨光贵去接亲，免得耽误了接亲时辰。不一会，大冲大队的人都躺在地上哀嚎。杨光树没多看一眼，就去赶迎亲队伍。肿成猪头的刘老三被人扶起。三哥，你那天不是说把江明海打了吗？怎么今天他脸上一点伤没有不说，你还打不赢他了？你说打我这人，就是那天打你们的江明海。我明白了，三哥，刚才我听别人叫他光树哥，
我估计他不是真的江明海。小平大队有光字的是姓杨，这家伙的名字叫阳光树。这阳光树就是找死，把我们当猴耍不说，还把我们都打成这副鬼样子。老子收拾不了你，有的是人能够收拾你阳光树。三哥，你要叫大平公社的人出手了。几十斤野猪肉，大米都在往刘小燕家里搬，把亲戚朋友羡慕的一直夸奖。这次小燕嫁了一个好人家，真大方，这可都是送给小燕父母的。虽然欠了债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大方的。接上新娘子出发后，刘小燕娘家人都跟着去小平大队家门外，一帮大队妇女正在处理野猪野兔。大冲大队来的亲戚朋友都震惊地看着案板上的鱼肉。跟上大部队的阳光树拿出红双喜字4件套、红双喜字搪瓷盆、保温壶，走到阳光柜面前。光贵哥，这是给你的新婚礼物。哇，这搪瓷盆好漂亮，居然还是带红双喜字，以前怎么没有见过？光叔兄弟，当哥哥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你这东西真的太喜庆，太贵重了。都是生死兄弟，说那些都见外。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，一帮老婶子从阳光柜手里抢过盖子，进不去，摸着被套笑开了花。快，我们去给光柜换掉被套。一对枕头套是红色带红双喜字不说，还有一对鸳鸯。门外一堆小媳妇挤着往里看，王春梅也好奇地凑上去。王春梅，这就是你家那口子买的，你没看到过？好你个阳光树，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先给我瞅瞅，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你。阳光树看到王春梅幽怨的表情，有些无奈。不是我不想给，只是怕我再往家里弄更多好东西，就真的要被有心人盯上，送去特殊部门做切片研究了。春梅，你变了，以前有大鱼大肉吃就夸我好的。光树侄儿。阳光树听到一个同族的吴婶子叫自己，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以前你们都叫名字，现在就叫侄儿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吴婶子有什么事？光树，你还能弄到这红双喜4件套吗？我三哥的孩子要结婚了，我也想给他买个4件套。吴婶子，实话对你说，这东西不好弄。我朋友虽然是司机，也经常往护士跑车，但是我叫多了，他也会不耐烦。光树侄儿，你就帮帮婶子这次。听说你秋收之后要建房子，到时候我来给你挖泥巴。挖泥巴干嘛？我想建的是砖房，好不好？吴婶子，我可以叫我朋友帮你带回来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红双喜字的4件套可比普通的还要贵一些。那要多少钱？光树侄儿，婶子，供销社一条床单要票都卖15.8，是不是？我不要你票了，床单被罩枕头套，你给65块钱就好了。光树侄儿，你没有说错，红双喜字4件套只要65块钱。阳光树点头，这东西在后市就几十块钱一套，想要更便宜的，西上19.9都能买到，但是质量肯定有差距，这好歹也要买不起球的。对了，婶子，那个红双喜字搪瓷盆还有保温壶，你要不要？光树侄儿，这你朋友还能弄到？顺手的事。那多少钱？搪瓷盆普通的加票都要2块5一个，这个红双喜字的给你3、4块5好了。保温壶加票，小的2块1毛3分，大的6块5毛，大的就是带红双喜字的，你给10块就好，一共14块5，加上65。吴婶子，你给80块钱就好。侄儿，这些东西婶子都要了，这价格不要，那真的是个大傻子。当晚，阳光树牵着王春梅的小手。春梅，你喜欢红双喜字4件套，等我们搬新家了，我就买来好不好？哼，阳光树，以前那打火机什么的就算了，没想到有这么漂亮的红双喜4件套，你都不先给我瞅瞅。我的春梅姑奶奶，我错了，过几天就给你买来。这还差不多。春梅，我答应让你当管家婆，等吴婶子给了钱，我把80块钱都给你保管，怎么样，春梅？没想到你真愿意把钱给我保管，阳光树，我算是嫁对人了。宁海，你真的要去上山打猎？爹，阳光树、阳光国他们都能打，凭什么我就不行？他们不就是凭着自己手里的枪吗？林海，不要去了好不好？我们有吃有喝，就知足常乐了，不要和别人攀比。我只想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你们放心，阳光树他们都死不了，我也不会出事情。第二天，杨通生带着女婿来到大队家。通友啊，我女婿今天要去山上打猎，你多给他批点子弹。杨通生昂着头，好像自己女婿是要去打仗。江明海一个手不能提的弱书生，还想一个人去打猎？
杨通友也懒得管，结果是死是活和他无关，打到猎物，集体还能分到一半，何乐而不为？中午时分，韩龙带着7、8个小兄弟来到小平大队。杨兄弟，你看看这些东西符不符合你的要求？杨光树看着100来个瓶罐，也不知道是民国时期的仿品还是真品，但这时代买的东西，就算是仿品，也还值几个钱。杨兄弟，有一家还有一套家具，就是要价有点高，我们没钱买，你要不和我们一起去看看？可以，等下就和你们去看看。这些多少钱？我先给你们算账。这次茅台酒票有37张，这些破烂罐子不值钱。我说1斤大米换一个，大家都抢着和我换。杨光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，这年代真的是遍地是宝。当兄弟的不会让各位兄弟们吃亏，我不管你们是1斤大米换一个，还是换2个，我给你们1块5毛钱一个。韩兄弟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韩龙和一帮兄弟都激动的不行，本来以为杨光树最多给5毛6毛。当然可以，多谢你了，杨兄弟。走，带我去看家具。多给点甜头，这群人才会有动力。兄弟们还没有吃饭，我先请大家去国营饭店吃大餐。另一边，杨菊香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。爹，这都快下午了，您还没有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？他不是有枪吗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爹，我就是担心他，你叫大队长叫一些人去看看好不好？杨通生拗不过女儿，来带杨通友家。通友啊，我家明海打半天了，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你能不能叫几个人去找找？这么大一个人还会走丢不成？大家不用干活了是不是？你说去抬猎物，那倒无所谓，去找人这工分还怎么算？通生，你自己去叫几个就好。杨通生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叫上7、8个人走向大山。韩龙兄弟，你们要吃什么尽管点。一帮人也不客气，一人要了1盘肉，杨光树又要了几瓶酒。各位走一个，以后有我肉吃，就少不了各位兄弟们的一口汤。好，光树兄弟好酒量。杨兄弟，你那打火机能不能给我弄100支？这东西很畅销，好多人都追着我买呢。这是64块钱，杨兄弟你收好。不愧是带着一帮人混饭吃的人，这家伙是在逼着自己给他结古董的账吧？韩龙兄弟，你不用给我钱，我古董钱还没有给你呢。韩龙当即流利的把账都翻了出来，将近600块。杨光树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大把大团结，韩龙一帮人吞咽着口水，再也不怀疑杨光树是吹大牛了。韩龙兄弟，你自己再算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用算了，我相信杨兄弟。一帮人吃饱喝足，韩龙带着杨光树来到一座小院子。小军，李小军，你小子在家吗？龙哥，你又来看家具，你每次就出几10块钱，你还是不要来看了。杨光树给李小军一只大前门，还亲自给他点上。李小军看着杨光树手里的打火机，小军兄弟喜欢这打火机，那送你了。李小军接过打火机，迅速的往裤兜里面一装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杨光树不再和他绕弯子。小军兄弟，韩龙说你家有家具要卖。在屋里，你自己看。杨光树看见是2张八仙桌，多少有些失望。这东西现在这年代，基本上每一户人家都有。小军兄弟，你这2张桌子怎么卖？你要的话，你给200块钱就行。我李小军看你也是一个大方之人，我也不坑你，不多要你钱。李小军，你小子敢坑我兄弟是不是？上次我来，你说150块钱，今天你居然敢要我兄弟200块。龙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东西有价值，我涨价怎么了？韩龙也拿着无赖没办法了。小军兄弟，这2张桌子不会是前几年你们自己打的吧？兄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2张桌子，一张是明末，另一张可是清代17、18世纪的，这可都是好东西，正宗的黄花梨八仙桌。就一个清代的还勉强算是古董，这明末的你还介绍个鬼啊？就几十年的东西。小军兄弟，能不能便宜点？你这桌子没多少年不说，我就买回家当饭桌用。你太贵了，我可买不起。讨价还价后，180块钱成交。杨光树和韩龙刚走了没几分钟，李小军就进了里屋，里面站着一个背对他的老人。爹，他们走了，你说今天这人会不会就是韩龙身后的东家？还不确定，还要看韩龙他们今后的动作。爹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卖亏了？先给鱼儿一点诱饵甜头，以后才会上钩。光树兄弟，要不要我帮你把桌子送到小平大队？不用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去买几瓶酒。他走进供销社，营业员一看到杨光树这个老熟人，就有些无语。营业员，今天有多少瓶茅台酒啊？5瓶，你要不要？要，怎么不要？只要是茅台酒就买，都差不到哪里去。
以后有机会去县城看看。这大平公社，茅台酒的份额还是太少。阳光树买完酒，把2张桌子放在货架上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就把桌子、茅台酒都收进空间。阳光树回到小平大队，见场坝里聚集着3、3两两的人。光树兄弟，你回来！你们聚在这里干嘛？等着分野猪肉？分什么野猪肉？出大事了！江明海今天工都不上，去打野猪，你知道的吧？阳光树点点头。江明海今天上山去打猎，估计是遇到了什么凶手，死了。这江明海死了？听说找到江明海的时候，要不是衣服裤子还在旁边，都差点没认出来，全身只剩下骨头，不知道是被什么动物啃食完了。阳光树没再停，推着28大杠往家走。阳光树刚回到家，3个孩子就从屋里冲出来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！你们怎么都在家，没有出去玩？有野兽要吃人。三妹，别怕，不是有爸爸在吗？阳光树看着3个孩子，9月1号就要开学了，得回去给他们3姐妹买文具书包。阳光树走向一旁的春梅。春梅，听说江明海死了？我知道，我还听别人说，这江明海是羡慕嫉妒你，经常打到野猪，所以才想到去打猎的。杨菊香一家人还把江明海的死怪到你头上，说要不是你每次都打到野猪，他家江明海也不会想着要去打猎。阳光树都被气笑了。这一家人的白眼狼，自己打到猎物，看大家可怜，每次都拿出一点肉和内脏煮汤给大家吃。看来以后打到猎物，能藏空间就藏起来，不能当这烂好人。光树，你以后不要再上山打猎了好不好？我真的怕你也出意外。你就在山脚下套兔子，到田里抓黄鳝，实在不行，你去钓鱼也可以。打猎真的太危险。阳光树把王春梅抱在怀里。春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注意的。我以后打猎不进入深山就好。正在这时，门外走来几人。光树哥，江明海进来家了，现在好多人都在他家，我们都是一个大队的，也去看看吧。阳光树想了想，还是跟着走到杨通生家门口。杨菊香跪在江明海身边哭泣，看到是阳光树，立即大骂起来：阳光树，你个扫把星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是不是江明海死了，你很开心，特意来看笑话是不是？大家都没想到杨菊香会当着大家的面把江明海的死算在他头上。阳光树也丝毫不惯着。杨菊香，是我叫江明海去打猎的吗？还是他和我一起去？江明海没本事还要学别人去打猎，这怪我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一家人还不是想着他打到野猪？江明海被野兽吃了，是你杨菊香一家人的所作所为，是你杨菊香害的。阳光树，我女儿刚死男人，他就说你几句，你就不能忍，让菊香出口恶气，他心情会好受些。他不好受，关我屁事！你女儿不好受，怎么不把你杨通生抓起来打一顿出气呢？阳光树说完，转头离开，决定和这家人老死不相往来。村里办丧事时，阳光树没去，而是回到2024。阳光树回来后，先去给3个孩子买书包文具，接着买了20件大红喜字4件套，1万只美女打火机。上次差点把小葵花茅台酒送人痛失8万，这次阳光树先把2张8仙桌拍照挂在抖音上。这桌子他不准备找于金伟鉴定，免得他们天天骚扰自己。阳光树把名字改成古董批发商。2张8仙桌，估计是70年代之前古董，有懂行的老板们帮忙看看，价格合适可以出。抖音发好后，他拿出几个碗盆，接着打电话给于金伟：于哥，有时间吗？请你吃顿饭，顺便帮我看看几个物件。杨兄弟，你手里的可都是好货，必须得有时间，我马上过来。阳光树想了想，干脆把吴兴国他们也叫来聚一下，他们人脉广，以后卖东西还靠这些熟人。吴哥，有好东西，于哥也在，快点过来。杨兄弟，我对古董兴趣不大，我就不来了。今天和几个朋友在水库里搞到几条大货，今晚我们再聚餐。那好吧，今天算你没口福，我今天还准备了野兔、野猪呢。我操，你小子说什么有野兔？那你等着，我把我朋友他们一起带过来，没关系吧？这群有钱的老板都是巨一窝的，以后说不定就能成为我的出货门路。当然可以，那我再加5、60斤野兔和黄鳝。吴兴国扭头招呼正在喝茶的几个老板：各位哥哥弟弟们，走，带你们去吃真正的野货。野兔啊，现在这东西比几次和野猪稀罕多了。本来好多人都懒得跑，但是不去的话驳人面子，于是都跟着他走了。于金伟赶到时，阳光树正在刮猪毛。杨兄弟，你这是野猪，那老哥我今天可有了口福。于哥，你先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，等我忙完手上这点活。杨兄弟慢慢忙，不急这一时。阳光树还没收拾完野货，吴兴国一帮人就到了。
10几辆越野车停在水库边上，最便宜的居然是路虎卫士。阳光树看看自己的小面包车，决定也要去换一辆越野车，不能光赚钱不花。杨兄弟，今天野货很多嘛？于哥，你这么快就到了？于叔，傅子峰也叫了一声，然后跑去帮阳光树。峰哥，这次小女朋友没带来，和平分手了。现在的有钱人就是会玩，还是77年的小伙伴们淳朴啊！阳光树抱着一个纸箱放到于金伟身边。于哥，这几个盘子碗，还有这个瓶子，你帮我瞅瞅。老于，你今天过来是看东西的。杨兄弟说有几个盘子，叫我来帮他看看。老吴，你今天不忙着卖房子，你跑这山上来干嘛？劳逸结合，不急于一时。刚才一帮人并没多把阳光树放在眼里，以为就是一个钓场苍蝇馆的老板。现在知道阳光树是玩古董的，不由另眼相看了些。于金伟戴着手套，拿着放大镜，小心翼翼的仔细的鉴定。一帮人都围过来看热闹，但很快都有些失落。杨兄弟，这次都是几百几千的玩意儿。于哥，那瓶子你看了没有？这瓶子挺好看的，还是蓝色，最少也要值个上百万吧。也就你这瓶子值点钱，不过你小子碰过后，炒菜之前最好洗手。这就是一个光绪年间的渣斗。于哥，什么是渣斗啊？这瓶子能值多少钱？装饭渣子装口水用的，你等下拿远点，免得膈应人。就18000的玩意儿，果然便宜没好货。1斤大米能换到什么宝贝？看来以后要去大平公社或者县城黑市看看有没有好东西了。听到不值钱，阳光树直接把10来个碗盘拿出来，洗一洗，直接用来装菜，看着一帮老板们肉疼。我说杨兄弟，几千块钱也是钱啊！于哥，那痰盂你要你自己拿走吧，就当给你的鉴定费，放在我这里，我也看得犯恶心。你把你于哥当成什么人了？就看几个东西还收老弟你钱？这位杨老板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啊？18000件的东西说送就送，无声是这批大店的地方，也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啊。饭菜上桌，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。阳光树拿出一坛30来斤的坛子酒，大家刚高看阳光树的眼光又拉低了下来。18000件的古董随便送人，喝酒就喝小酒坊的小土酒，不说你桌上放几瓶飞天，几百块钱一瓶的普通酒，你总要拿几瓶吧？随后大家就看到阳光树拿出来了一瓶茅台酒，几人眼珠子都瞪得溜圆。杨兄弟，你还有这酒？杨老板，这酒能给我看看吗？杨兄弟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建刚地产的吴建刚吴总，自己开发楼盘的。叫什么吴总？杨兄弟不嫌弃的话，叫一声吴哥。怪不得能做到房地产老板，这脸变得能屈能伸。刚哥，你随便看，一瓶酒而已。在座很多人都喜欢这茅台酒，可是吴建刚先下手，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伤和气。杨兄弟，这叫桂花茅台酒，今晚不喝怎么样？刚哥，一瓶酒而已。今天各位哥哥弟弟们能来我这小破地方，给足了我阳光树面子。刚哥，你直接开了吧，我不是小气之人。吴建刚有些着急了。杨兄弟，这茅台酒能不能不喝，直接卖给哥哥怎么样？我刚好过2天招待一个贵宾。阳光树看向众人，都很同步的在研究桌子上的菜，也没人劝他把茅台酒卖给吴建刚，不知道是想喝一杯，还是也想买这酒。刚哥，既然你想要，那就让给你吧。多谢杨兄弟，加个微信，我把钱转给你。75年茅台7万到8万左右，今天你帮了哥哥一个大忙，哥直接给你10万。你客气了，各位老板，等一下我再去拿一瓶酒来，大家再不吃饭，菜都要凉了。大家开始以为阳光树是去拿普通飞天，谁知他又拿来一瓶茅台，大家都站了起来。吴建刚甚至迅速的把酒抱住，顿时引起公愤。老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都拿了一瓶了，现在又拿，给我放下！吴哥，你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各位兄弟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要请的是银行的李行长，我的贷款还没有批下来。吴建刚，我管你是招待行长还是你爹，你一瓶酒还不够吗？你不要太过分。吴建刚见他们要闹了，只能不舍得把酒放下。杨兄弟，你这酒让给我怎么样？阳光树还没有说话，就有人插嘴：老王，你脸大是不是？我们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就想拿走？吴兴国见众人脸红脖子粗，连忙打圆场：杨兄弟，这酒还有多少？全部拿出来吧，要不然等下真的要打起来。杨兄弟，这酒还有多少？全部拿出来吧，要不然等下真的要打起来。吴哥，我也没几瓶了，我就是想拿出一瓶给各位老板尝尝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，给你们免费喝，你们都不知足。这酒是用来下黄鳝王八的吗？这是用来招待衣食父母的。我也拿你们当衣食父母啊。杨老板，有你就快点去拿出来，怕兄弟们没钱买是不是？阳光树把剩下的11瓶小葵花茅台酒全部搬了出来，
吴兴国看着是用箱子装着出来的，恨不得给自己两嘴巴。阳光树，你小子还真有哈，我真是犯贱多嘴。大家拿到了小葵花茅台酒，又和颜悦色起来，都抢着要加阳光树微信。阳光树倒了酒缸里的散酒，来，各位哥哥们，走一个。大家才抿了一小口，却都皱起眉头。杨兄弟，这是用什么泡的酒？怎么还有一股子腥味？用骨头泡的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大家都跑来看几眼酒坛子，看过之后都想把酒泼在他无辜的脸上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没有带司机出门，等下喝酒了，没人开车。哈哈，我也是，我家都没有司机，车一般都是我自己开。看着好多人都不再喝酒，吴兴国怕阳光树下不来台，给自己倒了一杯。杨兄弟，来，咱们兄弟走一个。傅子峰、吴兴国、吴建刚、于经纬几人都站起来，一口闷了酒。杨兄弟，你这是用什么骨头泡的酒？虎骨。哦，虎骨啊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杨兄弟，这坛酒真的是老虎骨头泡的。于哥，我有必要骗你们吗？这骨头可是新鲜骨头，朋友从东南亚弄过来的新鲜货。刚才嫌弃腥味重的老板都偷偷的抿了几口，难怪味道纯正。杨兄弟，再给我来一杯。杨兄弟，你这虎骨酒能不能卖一点给老哥？家里老人身体有点虚，买去给他喝一点，看能不能强身健体。杨兄弟，我这几年也觉得身体不行了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，这酒我老于也要。其他人也蠢蠢欲动，也想分一杯羹。阳光树今天既然拿出来了，就没有想着还能收回去。但刚才诸多嫌弃甩脸的，阳光树也不供着。于哥，你和吴哥、刚哥还有子枫，你们4人把一坛酒平分，里面还有几斤骨头，你们也一起拿去，还可以泡第二茬。4人惊喜的不行，直接把一坛酒抱走，回去几人再慢慢分。桌上刚才嫌弃的老板们悔青了肠子，却没脸再开口。几人回到餐桌上，吴兴国很为吴建刚高兴。建刚，这次再找李行长，应该可以把贷款弄下来了吧？不一定，银行里面我都还欠着几个亿，现在房价又跌得厉害，现在谁敢下放贷款？实在不行，干脆把你岛中别墅卖掉算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卖？价值3.5个亿的别墅，现在2.5亿都没人要。早知道当初有人出价3.5亿的时候，我卖掉就好了。傅子峰看看头上风雨无阻的钢架棚，又看看阳光树。光树兄弟，你都赚了这么多钱，能不能把农庄翻修一下？就你这棚子，夏热冬冷不说，一下雨就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多谢峰哥提醒，我过段时间找人修几栋木屋小别墅。光树兄弟，你赚了这么多，要不要买套别墅？现在建刚的那套小岛别墅要卖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刚才正眼都不怎么瞧阳光树的众人都吃惊地看着阳光树。吴哥，买房子我倒是有考虑过，但是这2个多亿的房子，地砖是金子做的吗？杨兄弟，你要什么房子？哥哥都有，别墅高层都有，现在风头不好，能卖一套是一套。杨兄弟，趁现在价格低，买下刚哥那套别墅吧，你不会亏的。你那几个亿现金留着下载不成？众人再次看向阳光树，这他妈真是真人不露相的亿万富翁啊！那我先去看看，合适就买。嘿嘿，杨兄弟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吴建刚打电话叫人来开车，刚才还装逼的一帮老板们都过来给阳光树递名片。阳光树勉强收下，一行人很快来到吴建刚的别墅小区。当看到一栋小岛别墅时，阳光树挪不开腿，占地2亩，别墅4层，有花园、游泳池。阳光树越看越喜欢，他也不打迷糊。刚哥，这个的确喜欢，你开个价，我觉得价格合适就买，不合适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哥俩再合作。吴建刚本来想多喊几千万，但是看阳光树这情况，购买欲望不是很强烈。杨兄弟，2.5个亿，你要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办手续。2亿，刚哥你同意，我马上去银行给你转账。杨兄弟，你这还得太狠了，这小岛别墅以前可是价值3.5个亿。刚哥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2.2亿，行就卖，不行也别耽误大家时间。阳光树心理价最高能给到2.3亿，要是2.2亿，吴建刚卖了，那省下来的1000万可以去买几辆越野车。好，杨兄弟，2.2亿成交。按着2.2亿真金白银转入吴建刚名下，一帮人不可一世的嘴脸都挤出几丝难看的笑容，开始极力套近乎。杨兄弟，今天是哥哥有眼不识泰山，希望你不要和我这个眼光短浅之人计较。为了向杨兄弟赔罪，你去我那里买车，哥哥给你打8折。大家都是生意人，虽然刚刚下了他的面子，但多个朋友多条路。阳光树没打算和他们都闹僵。张哥是吧？带我去你车行瞅瞅，有喜欢的我就买一辆。哦，
哥哥带你去瞅瞅，大部分都是进口车，国产豪车也有。阳光树来到江德车行，买了辆越野车，也算是打通了这条路上的人脉。一番客套后，他回到了七夕年。三妹，你们快点出来，看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。三姐妹从屋里冲出来，都盯着阳光树手里的大包小包看。阳光树把一个帆布包往三妹脖子上一挂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三妹欢喜地往王春梅身边跑。妈妈，妈妈，书包。王春梅看得一阵心疼，这可又花了不少钱吧？三姐妹都兴奋地背着大书包，在院坝子里跑来跑去。你们三姐妹别跑吧，快点过来，看看这是什么好东西。阳光树把文具盒、铅笔、尺子全部拿出来。爸爸，这铅笔好漂亮呀！爸爸，这个透明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难道现在这年代还没有透明塑料尺子吗？不可能啊，估计是大妹他们没有见过。这个东西叫尺子，划线测量用的，要爱惜，知不知道？不要掰着玩，要不然容易扳断掉。爸爸，这是用来装饭到学校吃的吗？文具盒，装尺子铅笔用的。阳光树懒得再管三姐妹，拿着3件4件套走进屋里。春梅，快点过来瞅瞅，这是你心心念念最喜欢想要的好东西。王春梅小心肝砰砰砰的跳，羞红着脸，她走进屋里，推着门，把门栓插上。这阳光树真是的，大白天的，孩子还在外面呢。春梅，你站在门口发什么呆？快点过来呀！王春梅扭扭捏捏地走到床边。阳光树，我。春梅，不要激动，就2件床单被套而已，花不了我多少钱。你羞死人了！王春梅一头扎进被子里面，死活不肯再出来。春梅，你怎么了？阳光树，我没事，就是有些感动。那你自己在家慢慢感动吧，我给吴婶子先送一套过去，她亲戚还等着用呢。阳光树刚出门，王春梅就咚咚咚地捶打着床。不解风情的死鬼！9月中旬，大队的人都在田里收割玉米，突然几只野猪在玉米地里乱窜，大家都没想到野猪还敢来偷食，个个看着猪肉眼热的不行。这时山顶上突然传来一声火铳的巨响声，正在干活的阳光树看向山顶，火铳会是那个家伙吗？几个小屁孩对着阳光树大喊：光叔叔，你快点追上去打呀，他们都跑上山了。兄弟，我又不是猎犬，哪能跑得过野猪？男人们都要挑玉米棒子，就喝2碗稀饭，哪里有力气抬？要是每家能分2斤野猪肉就好了。阳光树，要不你们几个拿枪去打一下？阳光贵几人有些犹豫，这江明海才死多久，大家心里还是害怕的。我和你去拿枪，我上去瞅瞅，能不能打到野猪？我可不敢保证。阳光树打不打野猪无所谓，主要是听到上面有火铳的枪声，想上去瞅瞅。阳光树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要不算了吧，就你一个人去，太危险了。通友说没事，我带着小白呢，有危险他会提前预警。那好吧，阳光树，你今天为了保护粮食去赶野猪，我特地给你批100发子弹。王春梅听说阳光树一个人去打猎，气冲冲地来到阳光树身边。阳光树，整个小平大队都没有人去打野猪，就你能的是不是？就你阳光树本事大是不是？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我们娘几个怎么办？都怪我多嘴馋了。要是阳光树真的出现什么意外，那这王春梅还不找自己拼命？光树，要不就不去了吧，真的很危险，后山豺狼虎豹多得很。春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就在外围瞅瞅，况且还带着小白呢，有危险我们就马上下山来，乖听话。阳光树说完，香了王春梅一下，他心里甜蜜，随即又更加的担心起来。这阳光树真的是不要脸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。阳光树，你最好也死了，好下去后面还陪葬。阳光树来到山上，小白跟在身后。小白不要叫知不知道？小白摇摇尾巴表示同意。走到一处山坳时，急得在原地转圈圈。阳光树走近，看着泥土和树叶上的血渍，看来野猪就是丧命于此的。小白小心一点，继续嗅着血腥味走。阳光树跟着小白大约走了2公里，终于听到人声。张哥，今天我们运气真好，居然打了4头野猪，是不是可以卖好几百块钱了？阳光树听着熟悉的声音，心里大吃一惊，是江明海，他不是死了吗？这还多，上次遇到一个小子打了7头野猪，那才叫多，其中有5头还是大野猪，最少有1000多斤，搞不好可以卖600-700块钱，这可都是钱啊！张哥，你说的不会是我们大队的阳光树吧？是不是还带着一只白狗？这小子原来这么不老实，才交给大队集体1头大野猪。一只50-60斤的白狗。阳光树心里又是一惊，这人还是大队的，
到底是谁？阳光树安抚着小白不要动，自己慢慢的爬向前方。叫张哥的肯定就是那天枪杀自己之人，但他不认识。那张哥你没抢过来？怎么没抢？老子差点一枪就给他爆头，就是他的臭狗预警，他们跳下了水潭才躲过一劫。打死最好，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。休息好了，我们就快点走，等下不要遇到其他野兽。要不是那天你救了我，我就和老东一起下去了。张哥，我们两个打猎，现在一天几十上百块，打几个月的猎，我们俩估计都成了万元户。万元户，等你成万元户那一天，就是你的死期，还想和我平摊，真是蠢货。阳光树走近了，看见江明海背着一把长管火铳，另一个背着5.60半自动步枪。阳光树猜测是江明海带出去的那一把。上次你偷袭我，今天我就还给你。阳光树用枪瞄准张哥。张建国脑袋一歪，子弹带着他半只耳朵飞出去。张建国马上一个翻滚，对着上方就是一枪。可惜了，没有一枪解决掉他。还有这家伙反应好快。江明海也吓了一大跳，马上学着张建国翻滚着，对着阳光树方向就是一火铳。张建国丢起来，拼了命的往山下跑。阳光树也带着小白往下冲，对着张建国就是几枪。张建国大腿中弹伤地上，看着跑在前面的江明海，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说完，对着江明海就是一枪，子弹穿过江明海的胸膛，江明海死不瞑目的倒下。为虎作伥，这也是你的报应了。阳光树对着张建国胸膛也来了2枪，半天没动静后，确认2人都死了，他才小心翼翼地靠近。阳光树看向那4头野猪和5.60步枪，将他们全都收入空间。随后见不远处张建国的尸体，腰间鼓鼓的，掀开衣服一看，竟然是一包钱和子弹，钱估计3000，子弹100-200个。这子弹肯定不是江明海带过来的，大队长也没有这么大方。难道这子弹是这个人在黑市买的？谁胆子这么大，这东西也敢卖？阳光树看着这2人的尸体，有点犯难。这时远处传来狼叫声，算你们2个有福气，死了都还为狼群做贡献。小白听到狼叫，对着远处龇牙咧嘴。阳光树把他抱起，一路狂奔，快跑到山脚下时，他把没有被火铳打过的另一头野猪拿出来，随后背着枪扛起大野猪往山下走。光树说又打到大野猪了。阳光树刚出山就被一群孩子围上，阳光贵一帮人羡慕的不行，又后悔自己没跟着去。阳光树，你小子可以呀，每次都有收获。通友说，这次差点真的回不来了，山上又出现了狼群。阳光树把枪一扔，还有40余颗子弹。这次你打了50-60颗子弹，就只打到1头野猪。通友说，你以为野猪是傻子，站着和我单挑？主要是你每次都有大收获，我这次有点不习惯。我看你是吃习惯了，我偷偷藏了50颗子弹不行啊！我现在枪也有，子弹也有，以后你们想吃野猪肉，估计很难了。下工的人们都围坐在厂坝附近，小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清理出来的野猪，都想等下喝上一口热汤。阳光树看着无比期待的他们，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了，各位小孩哥、小孩姐，今天光叔叔估计会让你们失望。”到了分猪肉时，大家都围了上去。阳光树，野猪处理好了，这次才130几斤，你拿一半之后，每户人家1斤都不到。哦，那的确有点少，不过总比没有强吧。这小子今天怎么了？居然不接话，不是应该拿出一些给大家改善伙食吗？通友说，既然野猪已经分好，那我就先拿回去。这天气还是有些炎热，我和春梅要熬制一下。阳光树说完，也不管愣神的大队长，肩上扛着半扇野猪肉，一家5口扬长而去。大队男女老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他们远去。特么的，这阳光树就是小气，这么多肉他们一家人吃得完吗？也不知道拿点出来煮给大家吃。就是，我都叫小孩回家拿碗筷去了，等下孩子回来没肉吃，多失望啊！阳光贵看着这些人的嘴脸，一阵恶心。阳光树是欠你们的还是怎么的？他就活该把自己的肉拿出来煮给你们吃。你们手上不是还有肉吗？你们也可以拿出来熬汤给大家喝啊！背对的几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只能都散回家去。阳光树回到家后，就和王春梅将猪肉处理了，弄来凉拌猪头肉和辣椒炒肉，香味飘到各家屋里，把村里人都馋得骂骂咧咧。刘小燕闻着阳光树家飘来的辣椒肉香，看向边上的男人，同样是寡妇，我吃着蔬菜稀饭泡肉汤，王春梅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阳光贵闻着这位，3两口把稀饭喝完。我出去厂办唠唠嗑，光树兄弟刚吃饭啊。阳光树就知道今晚这几个家伙一定会过来，一起吃点。几人看着桌上的猪头肉，也毫不客气地坐下，夹了一块猪头肉放进嘴里，差点把舌头吞掉。光树哥，你用什么拌的？怎么这么香？酱油醋啊，
还能用什么？光叔哥，酱油我家也有，可是没有你这个香。我的是2024年的凉拌专用酱油，醋和你散装的能一样？高科技配方，那香味当然不是你们吃的纯粮食酿造能比的。光叔，我天天在家，也没有看到酱油、醋放在哪里啊？我就放在烂柜子那里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光叔兄弟，你又没什么搞钱的路子，带哥哥，快入冬了，不搞点钱，到时候一家老小日子难过。几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阳光树。带你们搞钱，我还想让你们帮我搞钱呢。怎么的？你们几个贪生怕死，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们都把握不住，还想发财？几人都羞愧低头。不是当兄弟的说，你们也兔不好套，那个鱼也不好钓，你们一晚上钓个1斤，也有2毛钱吧？说实话，你们就是太懒，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去钓鱼？你们也不去，你们能和我比吗？几人下定决心，明天吃完饭就去钓鱼。要是你们几个钓到王八，我给你们3毛钱1斤，这可是当兄弟的帮你们。光叔哥，你说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呵，明天上工回来，我们就去钓。阳光树欣慰点头，但王八泥鳅依旧没送来，因为这几天的秋收，各大队都忙着交粮，阳光树也被分到200斤的交粮任务，正要担着粮食跟大部队去大平公社。另一边，三哥，你说阳光树他们也会是今天去交公粮吗？这几天天气好，估计会去。今天我去大平公社找下我哥们，让他们收拾阳光树。阳光树这种人，就只是在乡下横，去到大平公社，估计走路头都不敢抬，对视上我哥们的眼神都要吓个半死。阳光树把2袋稻谷往地上一放，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正在找他的刘老三见他这死狗模样，在一旁偷笑。这阳光树果然就是一个乡巴佬，来到大平公社就吓得像一条夹着尾巴的丧家狗一样。刘老三快速离开去找帮手，他来到一个大院前。三哥，你在家吗？韩三恼火地从床上起来，这几天大半夜陪着龙哥逛黑市，白天好不容易睡一个回笼觉，又被这孙子吵醒了。刘老三，你他妈能不能小声点，不要打扰到周围的邻居？对不起，三哥，我下次小声一点。有什么事进来说，是不是在你们大队发现古董瓷器和家具了？三哥，我正在问，你也知道这段时间都在抢收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东西也没有问到。那你今天过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就给老子滚蛋，别耽误老子睡觉。三哥，我想请你和龙哥帮我收拾一个人。龙哥是你刘老三想请就能请的吗？他是你小弟，没空。三哥，那个人打架真的很厉害，像我这样的高手，在他手下也只能走几个回合。哼，打架很厉害，老子知道了。那小子在哪里？我叫龙哥带着兄弟们现在就去收拾他。三哥，他们好几10号人在交公粮，我们带人直接过去，估计讨不了好。那你把他叫出来。三哥，估计他没有那么傻，但是他一定会去买吃的，或者上厕所，到时候我们再收拾他。好，今天我们一帮兄弟就帮你这个大忙，你再不去你们大队找古董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阳光树，老子今天让你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。中午过后，阳光树拍拍屁股走向国营饭店，一直躲在暗处的刘老三看见阳光树离开后，飞速跑向韩龙。龙哥，三哥，那家伙出来了，正在往国营饭店这边走来。特么的，让兄弟们等了大半天，老子韩龙倒是要看看这家伙是何方神圣。韩龙被韩三从床上拉起来，本来火气就大，以为出门马上就解决，谁知道在这鬼地方一等就是大半天。阳光树慢悠悠地走着，突然身后一声大喊：小子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阳光树看清楚来人是刘老三之后，心生警觉，不自觉地后退几步。有完没完？他不会和上次拿枪的人是一伙的吧？臭小子，你不是很能打很牛逼吗？今天老子刘老三看你还怎么打。兄弟们给我出来！兄弟们给我出来！完蛋，今天不会就真栽在这大平公社吧？是忍住挨一顿打，还是把56式步枪拿出来？算了，要是空间传出去，这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阳光树听到巷子里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少说也有几10个人。阳光树正想找机会跑，却见韩龙带着一帮小兄弟气势汹汹从巷子里面走出来。怎么是韩龙他们？这家伙不会是想黑我吧？韩龙看清是阳光树，吓得向后跳了一步。特么的，你给老子跪下！阳光树无动于衷。刘老三凑到韩龙身边：龙哥叫你跪下，你特么耳聋了是不是？韩龙一巴掌甩在刘老三脸上：老子叫你跪下！龙哥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韩龙一脚把刘老三踹倒：老子说的就是你，我还以为你要收拾谁呢。
居然感动我杨兄弟，自己打自己耳光，我不叫停，你就不许停，打到我杨兄弟满意为止。韩龙，今天把我吓了一大跳，我还以为你要搞我呢。杨兄弟说哪里话，早知道刘老三要搞你，我他妈直接把他打个半死。阳光树径直地朝着国营饭店走去，懒得管身后刘老三的生子。韩龙赶紧上前赔罪。杨兄弟，还没有吃饭吧？咱哥俩去喝一个。走快点，我都要饿死了。阳光树和韩龙坐在一桌。杨兄弟，这段时间我又搞了好多瓷器，到时候送到你家里去。虽然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但是觉得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至于精品还得看运气。你方便就行。对了，韩龙，你知道黑市开在哪里吗？哪天带我去瞅瞅。这杨兄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想自己要开始倒货了？那以后还要我继续回收古董吗？哪天杨兄弟想去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他们经常换地方，里面好东西还是很多的，粮食、肉、鞋服，还有你喜欢的古董，连28大杠、收音机、电视机都有得卖。阳光树点点头。吃饱喝足后，他回到了队伍。小平大队的人已经交完了公粮，可大队长不仅没有高兴，反而满脸愁容。大队长，怎么了？婶子和别人跑了？阳光树，你给老子滚蛋！今天公粮一交，估计整个大队的人们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明年秋收。今年水稻不是产量增长了吗？加任务了，阳光树，你有本事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大家撑过去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总不可能带着你们一起穿梭到2024吧，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拿大米面粉救济你们，但这或许也是个商机。通友说，过段时间叫朋友从其他地方搞点土豆来。阳光树，真的吗？那这样太谢谢你了，整个大队都会对你感恩戴德。通友说，不是免费给大家，是要用钱买或者拿东西换。我知道，把你通友叔想成什么人了。我知道你的钱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，我就是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卖得太贵，毕竟大家一年也搞不了几个钱。放心吧，大伙帮我收点东西就好。阳光树暂时没说要收什么，一伙人一起回到小平大队，各家各户分粮之后都发愁，但阳光树一家依然是大米饭加爆炒野兔肉。春梅，趁现在不忙，我准备把房间建起来。光树，夯土墙的时候，我给你挖泥巴，你就站在墙上夯实就好。春梅，我们不建泥巴房子了好不好？我想建砖瓦房。光树，建砖瓦房不得最少上1000块钱啊，我们哪里来这么多钱？就建泥巴房子，又不花钱，屋顶可以用茅草盖，到时候我们自己去山上割。一到夏天，上面哗哗哗的响，我晚上睡觉都担心掉几条蛇在我身上。你在家待着吧，我去找大队长批快的。要是盖在旧屋基上，我们一家人暂时还找不到地方住。阳光树怕王春梅在纠缠，连忙去杨通友家。阳光树进门，见他们一家也在吃饭。阳光树啊，吃了吗？坐下吃点。吃完了。通友说，我来是找你批块宅基地，我准备建房子。这么快就要建房子？我还怕你建房子没钱，还想安排你去修水电站。通友说，不用了，你安排给需要的人吧。你看我像是缺那几毛钱的人吗？你家附近好多空地，都是集体的，你随便建就好。通友说，你知道哪里有卖红砖或者青砖的吗？还有瓦片。建什么砖房？你钱多烧的是不是？我叫光国不要去上工了，让他帮你一段时间，帮你夯土墙，人多力量大，你供他饭吃就行。各个大队每家建房子，都是大家一起帮忙。是啊，光树哥就建土墙房子，这房子冬暖夏凉的，多好啊！你钱多的话，买瓦片来盖也可以。是啊，土墙就土墙房，不是也可以盖瓦吗？光国，既然你帮我，明天记得来早一点。